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环境建置。好，那第一步呢，我们先去下载 Python，我们直接在浏览器上面搜寻 Python，然后我们点选这个 Download Python 这个网页。那进来这个网页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Download Python 3.9.1，直接去下载它。那如果你们进来的时候不是 3.9.1 这个版本也没关系哦，因为这边通常会放最新版本的 Python， 我们就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好，执行。那这边大家帮我注意一下哦，这个 add Python 3.9 to pass 帮我打勾，然后我们直接安装。好，那安装 Python 的同时呢，我们要去下载另外一个文字编辑器。文字编辑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撰写程式码的时候更加方便哦。那我这边个人比较习惯用 VS Code， 也推荐大家使用它。我们就搜寻 VS Code， 然后这边呢，第一个我们就直接点进去，然后呢也是一样，直接下载。好，这边等它一下。一样下载我们就直接执行，然后直接同意，那都一样，就跟一般的安装一样。那这边我建立一下桌面的图示，好，直接安装。好，这个 Python 已经安装好了。好，那安装好，我们直接启动它。那启动它之后呢，我们先到这个左边这一排呢，它最下面这边有一个4个方块的这个东西，那它是扩件哦。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下载扩件。那我们在上面搜寻 Python Python， 然后呢直接点选第一个这个有星号的这个，然后我们直接安装它。好，安装好了，我们就把它关掉。那我们接下来呢，直接来撰写我们第一支 Python 的程式哦。那我们首先在这边这个 File 点下去，然后 Open Folder，OK。那这边呢，我们要创建一个资料夹。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存放的是我们 Python 里面我们的 Python 档案哦。好，那假设我想要创建在桌面，那我这边新增一个资料夹。那假设我的资料夹名称叫 Python， 好，那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资料夹，那这个 Welcome 这个一样关掉哦。好，那开启这个资料夹之后呢，大家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 Python， 这个哦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那个资料夹。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撰写第一支 Python 的程式码，我们就创建第一支 Python 的程式。这边有个 New File， 我们点下去，然后呢，假设我们第一支 Python 的程式叫做 First Python 点 py。好，那大家这边注意一下哦，我们的副档名一定要是点 py， 这样子编辑器我们的文字编辑器才会认出它是一个 Python 的档案哦。好，那我们直接开启它。那开启它之后呢，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把这个滑鼠往下移，这边看到有没有？我们的滑鼠变成双箭头，像双箭头。那变成双箭头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往上拉。好，往上拉之后呢，这边会有一个 terminal。当我们程式执行之后呢，它的结果会显示在这边哦。OK， 那我们直接试着执行一下我们 Python 的程式。现在这边里面都还没有写嘛，我们直接执行看看。那我们要执行这个 Python 的程式呢，这边有一个绿色的这个三角形，它是 Run Python File in Terminal， 有没有看到这个？那我们直接点下去。好，那这一串的意思呢？这边这一串的意思呢，就是它执行了我们 Python 的我们这支 Python 的程式码哦。那因为我们现在里面没有写任何的东西，所以它这边是什么都没有做，什么结果也没有。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撰写第一支 Python 的程式码。那程式码其实就是我们跟电脑、人类跟电脑沟通的语言。所以呢，我们写的东西就是要告诉电脑它要做什么事情。那假设我们现在写一个 print 这个指令，然后一对小括号，那里面一对双引号，然后呢打小白。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哦。我们会发现它下面印出了小白2个字。那是因为我们 print 这个指令呢，在 Python 里面就是印的意思。这个印印东西的印就是印的意思 ，print 就是印的意思。那我们要印出什么东西呢？我们要写在这个小括号里面。那我们今天想要印出小白，我们就在这个小括号，然后在一对双引号里面写小白，它就可以印出小白。好，那假设我们还想要印出别的东西，我们在 print 小黑，然后执行。我们会发现它先印出小白，再印出小黑。那就是我们这2行程式码的意思哦。我们需要电脑帮我们印出小白跟小黑。好，那做到这边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印出一个形状。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印出一个三角形好了，我们可以这样写。大家可以自己挑战看看可以印出什么其他不同的形状。OK，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一个三角形了嘛？我们直接执行，它就出现了一个三角形。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第一堂课的内容哦。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Python 的环境建置以及 Python 的第一支程式的撰写哦。好，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基本资料形态以及变数的概念。好，那在开始之前呢，大家应该有发现这个第一行绿绿的，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嘛？它的结构呢是一个井字号，后面加上一串文字哦。那这一行的意思呢是 Python 的注解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在课本上面做一些笔记嘛？那这个注解呢，就相当于程式码里面的笔记。OK， 那既然它是笔记，它是注解，就意味着它是写给我们人类看的哦，并不是写给电脑看的。所以当程式码在运行的时候啊，Python 看到这一行，它就会发现，这个是人类写的笔记，这是人类写的注解，它就会直接跳过去执行下面的程式码哦。所以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笔记、我们的注解不会影响我们程式运行的结果。那我们这边直接运行看看。好，它印出了这4行嘛，这4行就是我们上面这4行嘛。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笔记这个注解删掉，我们再执行一次，我们会发现它还是印出这4行。OK， 那这就代表了我们的注解并不会对我们的运行结果产生影响。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再做一个注解好了，我们想要注解说这一行程式码会印出小白今年几岁，我们想要提醒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写一个井字号，然后呢后面加上我们想要注解的内容。假设我们写说下面的程式码会印出小白今年几岁。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注解哦。它这个注解呢是想要提醒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呢，
我们这一行会印出小白今年几岁。OK，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介绍完了注解哦。那再来呢，我们正式进入基本资料形态。那其实我们的程式呢，就是在对一堆的资料去做运算跟处理哦。我们刚刚说了嘛，对一堆的资料，那我们的资料呢，也有分成很多种哦。今天呢，会介绍最基本的3种。好，那第一种呢，我们叫做字串。所谓的字串呢，就是存放纯文字的一种资料形态。那它的写法呢，是一对引号，然后里面包着我们要表达的纯文字哦，我们想要存放的纯文字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存放小白你好这一段文字，那我们就可以用一对引号，然后里面写小白你好。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表示一个字串的资料形态哦。好，那大家可以发现我这边用的引号是双引号。那其实呢，字串这个资料形态，我们也可以用单引号哦。这样子也是表达一个字串的意思，单引号跟双引号都可以。那我这边个人比较习惯用双引号，我往后的课程呢，也都会用双引号来表示一个字串。OK， 那字串呢，可以存放的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或是一段描述啊，或是一段介绍啊，等等等，只要是纯文字，就可以用字串这个资料形态来存放哦。好，那大家可以发现哦，我们这个 print 它里面，我们的 print 里面都是字串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发现这边是一个字串，这个也是字串，这个也是字串，因为它都有用这个引号包起来嘛，所以呢，我们下面哦印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字串哦。好，那再来呢，第二种资料形态叫做数字，那就是大家想的那个数字没有错，1、2、3、4、5、6的那个数字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一个数字是70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写70，这样子哦，就是一个数字的资料形态。OK， 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一个人几岁好了，那假设那个人87岁，那我们就直接写87哦，这样子就可以表达一个数字。那我们不需要再做一个这个双引号把它包起来哦。如果我们这样包起来的话呢，这个87就会变成字串哦，它就不是数字了。OK， 好，那我们的数字呢，也可以是复数。假设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负87，这样子也可以，我们就直接在前面加上一个负号就可以了。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人的身高，那假设他是 160.5 也可以，只要这个数字呢，也可以表达有小数点的哦。那假设它是有小数点后面很多位也可以，那 160.5 这样子也可以。OK， 那这个是我们第二种资料形态，叫做数字。接下来呢，第3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哦，它叫做布林值。OK， 那布林值这种资料形态呢，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哦，就是是或否哦。那是或否翻成英文呢，就是 true true 或者是 false 否。OK， 那布林值这种资料形态呢，是在存放是或否嘛？那是或否会在哪里用到呢？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存放一个资料，那这个资料呢是表达说是不是男性好了。那假设小白今天是男性，那我们就可以存放一个 true 来表达小白是男性。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资料，它存放的是小白的身高有没有超过190公分好了。那假设小白187公分，
那显然它没有超过190嘛，那我们就可以存放一个资料 false 来表达它没有超过190。OK， 那这个就是布林值哦，就是是或否，我们可以存放一个是或否的资料。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3个基本资料形态哦。那介绍完基本资料形态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变数哦。那变数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容器哦，它是放着我们的资料的容器，它可以放任何的资料。那这个变数呢，这个容器呢，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资料。怎么说呢？我们等一下下面会举一个例子哦。那我这边先示范一下怎么样创建一个变数哦，怎么样创建一个容器哦。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创建一个变数，一个容器，它的名字呢叫做 name， 那我们就直接打 name N-A-N-E， 然后呢接着一个等于，然后在右边等于的右边呢，我们要接着一个资料。假设我们的资料是一个字串，然后是小白。那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的意思哦，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叫做 name。那我们刚刚说变数它是一个容器嘛，那我们把小白这个资料放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这个容器里面。OK， 我再讲一次，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也就是一个容器，它叫做 name。然后呢，我们把小白这个资料，这个字串放到这个容器里面。OK，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放别种资料。假设我们今天创建了另外一个容器，另外一个变数叫做 AGE。然后呢，我们里面放的是，假设是小白的年纪好了，我们就直接写87。OK， 那这边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叫做 age， 那它是一个容器嘛，我们把87这个资料这个数字放到这个容器里面哦。好，那假设我们想要放的是布林值也可以。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变数是说 is male， 这个变数存放的呢是小白是不是男性哦。那今天小白是男性嘛，所以呢我们可以把 true 这个布林值这个资料放到这个变数这个容器里面去。OK， 好，那我们这边已经大致上跟大家讲了怎么样去做一个变数的创建哦。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变数的名称哦，它的命名是有规则的哦，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要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哦。那我这边写一下，它的命名规则有2点。第一点，变数的名称只能是英文。那大小写都可以，英文的大小写，或是数字，或是底线的组合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变数它只可以是英文，或是数字，或是底线的组合哦。意思就是说它不能出现一些奇怪的符号啦。那还有第2点哦。第2点是说，变数的开头不可以是数字。好，那我们刚刚第1点已经说了嘛，我们已经限制它只能是英文字大小写，或是数字，或是底线的组合了嘛。那我们还有第2点哦，我们第2点再多一个限制，就是说它的开头不可以是数字哦。那我们这边示范一下，假设我们今天命名一个变数叫做前字号 NANE，
然后它一样里面放的是小白这个字串。那大家可以发现哦，这边已经变成红色的，没关系，我们执行看看哦。我们会发现这个 Python 它会很生气的告诉我们，他说他不知道我们在写什么，这个东西的命名是不合法的哦。OK， 那假设我们今天把这个开头写一个1好了，name， 那我们一样哦，会看到这边又变成红色的哦，没关系，我们一样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一样 ，Python 会说他看不懂你在写什么啊，他觉得这个命名方式是不合法的哦。OK， 那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我们的开头不可以是数字。好，那假设我们把数字写在里面 ，NEANE， 那我们再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它就成功的运行了。好，那这个是变数的命名的规则哦。那再来呢，我刚刚有说嘛，变数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资料。那我这边就来举一个例子哦，我们下面会印出4行有关于小白的描述嘛，对不对？那我们已经把小白这个字串已经放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了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下面哦，把它改成这样。我们把小白用变数来代替 ，OK， name 加 name 加 name 加，好，那这边这个加的意思呢，就是它会把这2个字串连在一起哦。我们这边 name 已经是小白了嘛，就相当于这样子哦。我们把 name 就替换过来，这边就相当于这样。我们写这个 name 就相当于这样，这样就相当于这样，这样就相当于这样。OK， 那这2个字串做相加，就是2个字串会连在一起的意思哦。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结果还是一样，有一个人叫小白，小白今年87岁，小白身高187，小白讨厌自己87岁。好。那我们刚刚说了嘛，变数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资料，怎么样个好管理法呢？假设哦，今天小白这个人，他出去晒太阳，他晒一晒，发现自己变黑了，他就想，那我要改名叫小黑好了。那我们原本是这样写嘛？那今天小白他说他要改名叫小黑，那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每一行去找？我们要去第一行找小白在哪，然后把它改成小黑，因为他改名了嘛。那第2行一样，我们要去找小白在哪，然后去把它改成小黑。第3行一样，小黑。我们要每一行去找小白在哪，然后去把它改成小黑，然后我们再执行，才印出小黑嘛，对不对？那假设我们今天用的是变数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假设是刚刚这个样子，好，假设是这样，我们用变数，等我一下哦。好，那假设我们今天用的是变数，我们就可以哦。假设今天小白说他想要改名叫小黑，我们就直接在这个 name 这个变数这个地方，我们把小白改成小黑。OK，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哦，就会发现下面都已经改成小黑了哦。OK。那这边不太清楚，我们觉得有点乱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下面做一个清理的动作，就是这个程式运行的结果做一个清理的动作。我们用 cls 这个指令，我们只要打 cls 这个指令，
按下去，它就可以帮我们清空哦。因为我刚刚觉得很乱，有点看不太清楚，我们就可以把它清空。那我这边是 Windows 哦，所以呢，我这边系统是 Windows， 所以我用 CLS。那如果你是 Mac 的话，要用 CLEAR。我写一下，清除指令 Windows CLS Mac CLEAR OK。好，那再回到我们刚刚，我们再执行一次，会发现这边就变小黑了嘛？那大家再回想一下哦，我们原本没有用变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今天小白改名成小黑，我们就要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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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改？那假设我们今天程式码不是4行，我们程式码是1000行甚至10000行，你觉得你有可能这样去改吗？不可能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善用变数这个方法哦，我们把它改成变数。那当我们今天小白想要改名的时候，改成小黑，我们就只要在上面哦这边改成小黑，那下面不管它是几行程式码，管它1000、10000行甚至这个100万行都一样，它就会把下面全部都改成小黑了哦。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变数的威力哦，它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去管理我们的资料。那变数呢，它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改变它里面的内容哦，它里面存放的这个资料哦。假设我们现在 name 里面是小黑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改变它里面放的资料，我们就直接在写 name 等于小绿，这样就可以了哦。假设我们想要把 name 里面的东西改成放小绿，那我们就直接 name 等于小绿就可以了。然后印出来看看。先把这个都注解掉。那我们本来上面是这样写嘛 ，name 等于小黑，然后到下面我们把它 name 改成小绿，然后我们直接印出来看看，就发现这个 name 变成小绿了。那如果我们还想要再改，我们再把 name 再改成小蓝，那我们一样把它印出来看看 ，name 好执行，你就发现它先印出小绿，再印出小蓝。那是因为我们本来的 name 里面放的是小绿，然后呢，我们把它改了，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改成小蓝，然后再印出来一次。那就会变成小绿、小蓝。好，那我们下面做个清理 ，CLS。那假设我们想要改成一个数字好了，50，那我们再把它印出来看看，再执行，它就小绿、小蓝50。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把 name 改成50。那如果我们想要改成布林值的话，也可以。那我们一样印出来，好执行，好就发现了小绿、小蓝50 true。OK， 我们的变数是可以随时的随地去改变它里面的内容哦。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基本资料形态跟变数，还有我们的这个注解哦。好，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字串以及字串的用法哦。好，那开始我们一样先印出一个字串，假设这个字串是 Hello Mr. White， 你好白先生，然后我们直接执行，它就印出 Hello Mr. White。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一行 Hello Mr. White 哦，我们想要的是它先印出 Hello， 然后做换行，再印出 Mr. White，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最直觉的想法可能就是我们直接在这个 Hello 的后面直接输入一个 Enter 嘛，因为 Enter 是换行的意思嘛。好，我们直接试试看，会发现这边看起来怪怪的，没关系，我们一样执行。好，它 Python 就会告诉我们
他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那到底要怎么样在字串里面做换行呢？很简单，我们只要输入斜线加上 N 就可以了。那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斜线是 Enter 上面的那个斜线哦。好，斜线加上 N 在字串里面就是换行的意思哦。我们执行，就得到了 Hello 换行 Mr. White。OK。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在一个字串中表达双引号，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假设我们想要印出这样子的字串 ，Hello 双引号 Mr. White。假设我们想要印出这样子的字串好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一样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在 Hello 后面直接加一个双引号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加上去之后可以看到后面哦，看起来又怪怪的嘛。不过我们还是一样执行看看，会发现 Python 它又说它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咯。那会造成这样子的原因呢，是因为字串它是一对引号，然后中间包着一段文字嘛。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本来中间的这个双引号本来是想要当成字串的一部分。但是呢，它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双引号已经形成了一对双引号了，所以呢，这个 hello 就直接会变成一个字串。那我们后面的这个双引号呢，就会变成一个孤儿，所以这一段呢，就会变成一个意义不明的东西。那我们的 Python 自然就会说它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双引号变成字串的一部分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在这个双引号的前面加上一个斜线就可以了哦。好，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了。Hello 双引号 Mr. White。那这个斜线呢，就相当于告诉 Python 说，我后面的那个双引号并不是字串的结尾的意思哦，是字串里面的一部分。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字串的相连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上一个影片已经有稍微提到过了。假设我们今天有两个字串，一个是 Hello， 一个是 Mr. White。那我们想要把这两个字串做相连，连在一起，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加这个运算符号，Hello 加 Mr. White 的意思，这两个字串相加的意思，就是他们两个会做相连哦。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它就印出 Hello Mr. White， 因为我们的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了。好，那这边复习一下我们上一堂课的变数的内容。假设我们想要这个创造一个变数，然后呢，它里面放的是 hello 这个字串，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哦。那假设这个变数的名字叫 phrase phrase， 那里面放的呢是 hello 这个字串，那这样子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phrase 这个变数，然后呢里面放的是 hello 这个字串。好，那这个变数创建好之后呢，我们下面就可以替换成这个变数，一样我们执行，还是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Hello Mr. White。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些好用的这个字串的函式哦。那这个函式呢，并不是韩式泡菜的那个韩式哦。是function的那个函式哦，我写一下，函式，英文是 function。好，那这边的话，函式呢其实是一段先写好的程式码，然后呢，当我们要用到这个函式的时候，那一段程式码才会被执行。那函式是帮我们做资料的运算或是处理，然后再回传给我们想要的资讯哦。那这边大家听起来很抽象或是听不太懂，没关系，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个影片专门来介绍函式。
那这边大家只要先把它当成一个用法来看就好了。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字串这个 phrase 里面放的是 Hello Mr. White 这个字串，然后我们要接着介绍第一个字串好用的函式。那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呢是 lower 这个函式呢，它的用法是我们的字串后面接着一个点，再接着 lower lower， 然后再接着一对小括号。好，我再说一次，这个 lower 这个函式的用法呢，就是这个字串，然后加上点，再加上 lower， 然后再加上一对小括号。好，那这个函式呢，它的功能是帮我们把我们的字串里面的字母全部都变成小写，然后再回传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这边直接执行看看，果然所有的字母都变成小写了。好，那既然我们有变成小写的这个函式嘛，那反过来就会有变成大写的函式嘛。那变成大写的函式呢是 upper upper， 它的用法是一样，一个点，然后后面加上 upper upper， 再加上一对小括号。那这个函式呢，它是帮我们把所有我们字串里面的字母都变成大写，然后再回传给我们。好，我们执行，下面就全部都变成大写的字母咯。好，那接着呢，第三个函式是 isUpper 这个函式呢，它是帮我们判断我们的字母，我们的字串里面的字母是不是全部都是大写。如果全部都是大写的话呢，它就会回传 true， 就代表是全部都是大写，回传 true 给我们。那反之，只要我们里面有一个小写的字母，它就会回传 false 给我们。好，那我们直接执行。好，它回传了 false 给我们。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只要里面有一个字母不是大写，它就会回传 false 哦。那一样，我们有判断是不是字母是这个大写，那当然就会有判断是不是字母都是小写嘛。那这个函式呢，叫做 isLower。那它的写法一样，是一个点加上 isLower， 再加上一对小括号。那反过来，这个函式就是帮我们判断我们的字串里面的字母是不是全部都是小写。如果是的话，就会回传 true 给我们；反之，就会回传 false 给我们。那我们一样执行看看，一样我们得到 false， 因为我们的字串里面有大写的字母嘛。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点这个函式的运算哦，其实它是可以做叠加的。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们先把这个 phrase 这个字串先做 lower 这个函式，做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做另外一个函式。假设我们继续做的函式是 isLower， 然后再一对小括号。这样子是可以的哦，我们可以连续做点的这个函式的运算哦。好，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写的话呢，它就会先把我们的字串先经过 lower 这个函式，那经过 lower 这个函式，它会把我们的字母全部都变成小写嘛，全部变成小写之后呢，它再经过 isLower 这个函式，少一个 r。它在经过 isLower 这个函式，会判断我们的字母是不是全部都是小写，那就会变成 true 嘛，因为前面已经经过 lower 这个函式了。好，我们执行看看，果然得到 true。好，那我这边再跟大家讲一次，我们 phrase 这个字串呢，它先经过 lower 这个函式，会变成全部都是小写的字母嘛。那变成小写字母之后呢，它再经过另外一个函式 isLower 再做判断，它判断的是我们的字母是不是全部都是小写。因为前面已经转成小写了，所以当然就是是。
然后就会回传 true 给我们。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中括号的用法哦。那中括号这个用法呢，就是我们直接在字串的后面加上一对中括号。那这个中括号里面要输入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是我们字串的位置的意思哦。假设我们今天输入的是1，它就会回传给我们字串第一个位置是谁。那这边第一个位置是1嘛，是 H 嘛，这边1、2、3、4、5、6嘛，所以第一个位置是 H 嘛，所以呢，它就会回传 H 给我们。好，我再说一次，中括号这个用法呢，是它里面要写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字串的位置。那我们只要写，假设我们想要得到 H 这个字母，那我们就要写它的位置，那它的位置是第一位嘛，那1是第二位嘛 ，L 是第二位嘛 ，OK， 那假设我们想要得到 H， 我们就要写中括号1，那它就会回传 H 给我们哦。好，我们执行，发现奇怪，为什么是回传1给我们？好，那会发生这样子的原因哦，是因为我们 Python 里面哦，它所有的数字都是从0开始算的哦，并不是像人类的世界一样从1开始算。所以呢，在 Python 的世界里面 ，H 呢，这个就是第0位，那1呢就是第一位 ，L 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以此类推哦。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用中括号这个方法，我们想要从第几位，然后去得到这个字串里面的值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假设我们想要得到的是 H， 我们就要输入0哦。好，我们执行，果然得到第0位 H。那假设我们想要得到的是 N， 那它在第6位嘛，那我们就要输入6，它就会回传 N 给我们。好。那我们中括号这个用法是从字串的位置去得到里面的字母里面的字元是什么嘛？那反过来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叫做点 index index，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这个小括号呢，里面要写的是我们字串里面我们想要找的那个值是什么？假设我们想要找H 好了，那我们就要在里面写 H，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在这个 phrase 这个字串里面，我们想要找到 H 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想要从这个字串里面找到 H 它的位置在哪里？那 H 它的位置是第0位嘛？那我们执行看看，它就回传第0位给我们哦。那假设我们想要找到 N 在哪里，那我们就输入 N， 然后执行，它就回传它在第6位给我们。那假设我们想要知道 L 在哪里，我们就输入 L， 执行，就发现它给我们2。那这边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明明有2个 L 嘛，为什么它是回传2给我们？好，那如果我们想要找的东西在我们的字串里面有很多个的话呢，它会回传最前面的那一个给我们哦。那最前面那一个的位置是2嘛，所以它就回传2给我们。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个函式哦，叫做 replace replace，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它用法呢是一个点加上 replace 再一对小括号。那 replace 呢是替换的意思。我们需要在这一对小括号里面哦传入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是我们想要替换，我们想要被替换的东西是什么？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替换掉这个 H， 那我们第一个呢就要输入 H， 好，然后接着一个逗号。那第二个我们要输入的东西呢，是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替换掉这个 H 哦？假设我们想要用的是小写的 H，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OK， 那我再讲一次，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Replace 这个函式是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们输入里面第一个是大写 H， 第二个是小写 h， 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会去这个字串里面找，它会找大写的 H， 那这边找到了嘛？它找到大写 H 之后呢，它会把它替换成小写的 h， 就是 replace 这个函式的用法，它的功能哦。好，那我们执行看看。果然我们的 H 大写的 H 变成小写的哦。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 N 替换成小写的 n，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那一样我们执行，我们会发现这个 n 就变成小写的 n 了。那假设我们想要把这个 L 替换成大写的 L， 那我们就这样写，然后执行，我们会发现我们两个 L 都变成大写的。好，那是因为我们这个 replace 这个函式哦，它会把所有的，假设我们要替换 L， 它就会把所有的 L 都替换成大写的。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字串，以及字串的一些很好用的用法，以及函式的概念。那大家就先记起来，有这个用法就可以了。好，那其实我们这个函式哦，这些用法并不是要大家背起来有这些用法，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就心里有这个印象，有这样子的用法。那当我们自己在写程式的时候，哪一天可能突然会需要用到这样子的功能哦，那我们会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函式存在，可以给我们使用哦。好，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数字以及数字的一些用法哦。好，那其实数字这种资料形态哦，在 Python 里面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种，因为我们电脑的运算能力很强嘛，所以我们会希望电脑去帮我们做一些复杂的数字运算哦。好，那一开始我们一样先印一个数字，那假设是77，那我们就 print 77，执行就得到77。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是有小数点的数，一样。我们就直接在后面加上小数点就可以了，就得到 77.2。 那如果我们想表达的是负数呢，只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负号就可以了。好，就得到负的 77.2。 那 Python 里面的加减乘除呢，也是非常的直觉的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8加5，那我们就直接写8加5，这样就可以了。执行就得到13。那减法呢，就8减5就得到3。那乘法呢，那乘法比较特别一点哦，这个 Python 里面的乘法是这个米字号，那我们执行就得到40。那除法呢，除法是这个斜线哦，执行就得到 1.6。 好，那这边假设我们想要做的是整数的除法。什么是整数的除法呢？就是当我们的除法除不尽的时候，它会直接省略掉我们小数点的那一个部分，然后只取整数的部分哦。拿8除5当例子好了，8除5它答案是 1.6 嘛。那如果用整数除法的话呢，它就会省略掉这个小数点的部分，只取整数的部分。OK， 那 Python 里面的整数除法是两个斜线就是整数除法意思。那我们执行，好，就得到1了，因为它省略掉了后面的小数点 0.6 的部分，只取整数的部分。好，那 Python 里面也可以做连续运算哦。我们这边只有单一个运算嘛，假设我们想要做的是8加8乘5，这样连续的运算也可以。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哦。Python 呢，它里面这个运算哦，也是有先乘除后加减这个规则的，所以我们写8加8乘5呢，它会先做8乘5等于40了嘛，然后呢再做8加40，所以等于48。我们执行，好，就得到48了。一般数字的运算有括号的用法嘛，
括号的意思呢，就是会先做嘛。那我们在 Python 里面呢，也有这个用法。假设我们想要把8+8先做，我们就可以把它括号起来。那它就会先做8+8，先等于16之后呢，再乘以5哦。好，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80哦。那我们也可以用变数来代替我们的这个数字嘛。我们前2个影片有提到这个变数的用法。假设我们这个创建一个变数叫 number number， 那假设里面是8这个数字，那我们就可以这边改成 number 乘以5哦。那 number 乘以5呢，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40，因为 number 里面是8嘛。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运算符号叫做取余数。那取余数这个运算符号呢，是百分比这个符号那什么是取余数呢？假设今天8，然后对5取余数是什么意思呢？就会它先做8除5嘛，8除5是1，然后余3嘛，所以呢，它就会得到3哦。那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3。那8对5取余数就是8除5会1余3嘛，那它就会取那个余数的部分 ，OK。那这个就是取余数这个百分比这个用法。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些有关数字的一些很好用的函式哦。那我们上一堂课有大概的提到什么是函式嘛？函式我们那时候说是预先写好的一段程式嘛。那当我们要用到它的时候呢，它才会被执行。那函式是帮我们资料做一些运算或是处理，然后呢再回传给我们想要的资讯哦。OK， 那这个之后会再做一个详细的影片来介绍。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函式呢是 str。str 这个函式呢是这样写 str， 然后呢一对小括号。那这对小括号里面呢要放一个数字。好，我们可以放一个数字。假设我们把这个 number 放进去，那这个 number 是数字8嘛，它就会转换它的资料形态，它就会变成字串8哦，就相当于变成这个字串8的意思，从数字8变成字串8。OK， 那我们执行看看哦。它就印出8，因为字串8跟数字8印出来都长得一样嘛。好，那既然这个 number 已经变成字串了，我们就可以用字串的相加咯。那假设我们想要在前面做一个字串叫会印出数字，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字串，我们执行看看，它就把2个字串连接在一起了。因为我们说过嘛，字串的相加是2个字串会相连在一起的意思，所以下面就会出现会印出数字8。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的是这样子，我们想要做8，然后加上这个字串的已经转成字串的这个数字8，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执行看看哦。它就发生错误了哦。Python 告诉我们呢，他说这个字串跟我们的数字是不能做相加的哦。因为呢，我们说过嘛，字串跟字串相加是2个字串相连接在一起的意思。那数字跟数字相加是2个数字做运算吧，假设8+8就是等于16的意思。那当我们今天拿一个数字跟一个字串做相加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不合法的动作，所以 Python 就会出错。OK， 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一个函式是叫 ABS。那 ABS 呢是取绝对值的意思哦。那它的用法一样，就是我们一对小括号，然后呢中间放入我们要绝对值的数字哦。那我们这边放入的是 number， 那里面是8，所以呢8取绝对值，我们执行看看，还是得到8。那假设我们今天里面数字 number 是-8，
那我们再执行看看，就得到8了，因为负8的绝对值还是8嘛。好，那再来呢是次方的这个函式哦，什么意思呢？这个次方的函式是 POW 哦，然后一样一对小括号。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是2的4次方好了，那我们就写 POW 然后2.4。那 POW 这个函式哦，要传入，我们要在这里面写2个值哦。第一个值呢是我们的基数，第二个值呢是我们的几次方哦。那我们写 POW 2.4就代表2的4次方。那我们执行，果然得到16。那2的5次方呢？执行，得到32。那2的0次方呢？这边帮大家顺便复习一下数学哦。所有数字的0次方都是1哦。我们执行，就得到1。好，那再来呢，也是一个很好用的函式，叫做 max，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这个函式呢，可以传入哦，我们可以写很多的参数进去，我们想要写几个就写几个。那这个函式它会回传，它会告诉我们里面哪一个数字是最大的哦。假设我们今天 max， 然后里面我们写了2、3、88、100，我们先传入4个数字，我们写了4个数字在里面。那 max 这个函式，它就会告诉我们里面哪一个数字是最大的，它会回传给我们。那我们执行，果然它就回传了100给我们。那我刚刚说了嘛，这个 max 这个函式，我们想要传几个数字进去都可以哦。假设我们再多写几个，33、52、11、77、78，然后111，我们执行，它又回传了最大的数字给我们。好，那这个是 max 这个函式哦。那我们有 max 这个函式，当然就会有反过来 min 这个函式 min。这个函式呢，就是反过来，它会回传给我们这个小括号里面最小的数字给我们哦。那它的用法跟 max 都一样，它一样可以传入很多个数字，我们想要传几个就传几个。那它会回传最小的那个数字给我们，那我们执行，就得到2了，因为我们这边最小的数字是2嘛。好，那再来呢？这个函式叫做 round， R-O-U-N-D， 然后呢，一样一对小括号。那 round 这个函式呢，是取四舍五入的意思哦。假设我们今天 number， 我们直接这样取啊。假设我们今天对一个数字是 4.4 好了 ，4.4 取四舍五入就是4嘛。那我们执行，好，就得到4哦。那假设是 4.6 呢？我们执行。就得到5哦，因为 4.6 的四舍五入是5嘛。好，那接下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函式哦，我们可以这样写，我写一下哦 ，from math input 星号。好，那这一边这一段呢，大家可以先不用去了解它哦。因为这个我们在往后的课程也会做介绍哦，这个是一个模组的引入哦。那大家现在只要把它想象成我们写的这一段话，这一段程式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多一些数学的函式可以用哦，多一些数字的函式可以用哦。好，那我们多了哪些函式呢？那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四舍五入嘛，那有四舍五入，当然就有无条件舍去嘛。无条件舍去呢是 floor F-L-O-R， 那一样里面一对小括号，然后里面传入一个数字。那 4.6 的无条件舍去就是4嘛，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4。那如果是 5.1 呢？ 5.1 的无条件舍去执行就是5嘛。好，那我们现在有无条件舍去，当然就有无条件进位嘛。那无条件进位呢是 CEIL， 那用法一样，一对小括号，然后里面传入数字哦。那假设是 5.1， 我们执行，
无条件进位就变成6。那假设是 5.8， 我们执行无条件进位还是6。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函式叫做 sqrt。sqrt 这个函式呢是开根号的意思哦。那它的用法一样，我们一对小括号，然后里面传入数字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64的开根号，我们就在里面写64。那64的开根号是8嘛？那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8。那假设我们想要对36做开根号，我们就执行，就得到6哦。好，那我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我们这个函式的介绍呢，这个用法呢，并不是要大家把它背起来哦，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用法存在，有这么样的一个函式存在。那当我们今天在写程式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那用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印象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函式可以用。那我们再来找，我们就可以使用了哦。好，那这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哦。那这一行的部分呢，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我们之后的课程会再做详细的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基本的计算机哦。那我们这个计算机它有什么功能呢？首先，它会读取我们用户的2个输入哦。那这2个输入是数字，然后呢，会把这2个数字做相加，那再把相加的结果印出来给我们的用户哦。所以呢，简单的讲，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基本的相加的计算机哦。好，那我们刚刚说了嘛，我们要得到用户的输入嘛，那要怎么样得到用户的输入呢？我们要用 input 这个方法哦 ，input， 然后接着一对小括号。那这个小括号里面呢，我们要写一个字串。这个字串呢是提示的意思哦，我们要提示我们的用户他现在应该输入的是什么样的资讯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用户输入的是他的名字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写说，请输入你的名字，冒号空白键。那用户输入完他的名字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变数存起来哦。假设叫 name 这个变数。好，那这一段意思呢，就是我们提示用户说，请输入你的名字。那用户输入完他的名字之后呢，就会放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哦。好，那我们用户输入完之后，我们紧接着跟他做互动，我们就印出 hello， 然后加上他的名字哦。那我们直接执行一次看看，比较清楚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写的提示，请输入你的名字就出现在这里了嘛，请输入你的名字。那我们就打上我们的名字小白，然后呢按下 Enter， 它就印出了 Hello 小白。好，那这就是这个 input， 这个得到用户的输入哦。我们输入了小白之后呢，它就会放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呢再印出 Hello 加上我们的 name 哦。OK。那我们说我们的计算机要读取用户的2个输入嘛，那要怎么样读取2个输入呢？很简单，我们就再写一次 input 哦。那假设我们这次想要得到的是用户的年纪，那我们就写请输入你的年纪。然后呢，我们用 age 这个变数存起来 age， 然后我们下面再跟用户做互动。你今年几岁？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他说请输入你的名字，那我小白。好，请输入你的年纪，87岁，执行。他就印出了 Hello 小白，你今年87岁哦。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要怎么样得到用户的多个输入嘛。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了。
我们说了，我们的计算机要得到的是用户的2个输入的数字嘛，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提示用户说，请输入第1个数字，那下面呢就是请输入第2个数字，然后呢，我们分别用 number1 这个变数存放跟 number2 这2个变数哦。好，那我们说我们想要这个印出2个数字相加的结果给这个我们的用户嘛，所以呢，我们就 print number1 加 number2， OK， 那我们一样执行，那我们先清理一下，好，我们执行，请输入第1个数字，假设是8。那请输入第2个数字，假设是 5.5。好，那我们应该预期嘛，会得到8加 5.5 等于 13.5 嘛，我们预期应该得到 13.5 嘛，对不对？那我们一样执行。奇怪，为什么不是 13.5？ 为什么是 85.5 啊？那会发生这样子的原因哦，是因为我们这个 input 这个方法哦，它会预设把我们用户的输入都当成字串来看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输入了8跟 5.5， 它当成的是字串8跟字串 5.5 来看哦，所以呢，这边的 number1 跟 number2 做相加，就会是2个字串的相加哦，就会变成这样子的8跟 5.5。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把这个已经变成字串的数字再转换成数字嘛。那这边有2个方法，有2个函式可以办到哦。第一个函式叫做 int， 然后接着一对小括号，里面放着是我们想要转换的字串哦。那 int 这个函式呢，可以帮我们把里面的字串转换成整数哦。那所谓的整数呢，就是1、2、3、4、5、6，或是-1、-2、-3这种的哦。像 5.5 呢，就不是整数哦。好，那我们把2个都转换成整数，那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他说，请输入第1个数，那我们就输入8，第2个数假设是5，执行完得到13，因为8加5等于13嘛。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有小数点的相加呢，像是8加 5.5， 那我们执行一次看看，8跟 5.5， 然后执行，我们发现 Python 它告诉我们，它不知道我们在写什么哦。那会造成这样子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 ，int 这个函式是转换成整数。但是呢，一旦我们写了这个有小数的这个数字哦，那 int 它就会出错哦 ，int 这个函式它就会出错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第2个函式叫做 float，f l o a t。那 float 这个函式呢，它就是把我们的字串转换成有小数点的数哦。OK， 2个都转换成 float，f l o a t。然后我们一样执行，输入第1个数，假设是8，第2个数 5.5， 好，执行，就得到我们想要的 13.5 了。好，那这个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哦。我们教了大家如何建立一个基本的计算机，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用户的输入哦。好，那下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列表，英文是 list，L-I-S-T。那我们今天也会介绍列表的一些用法哦。好，首先什么是列表呢？列表它是一个可以存放很多值的资料形态。那当我们今天资料量在变大或是变复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列表这个资料形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资料。那怎么说呢？我们举个例子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存放一个班级里面学生的成绩，
那先假设这个班级里面只有5位学生，那我们是不是要命名5个变数，然后再个别存入他们的成绩嘛？像是这样，假设我们用 score1 这个变数存放第1位同学，那假设他90分 ，score2 存放第2位同学的成绩，假设70 ，score3 假设存放第3位60分，那第4位50分。第5位80分，好，那这样子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麻烦呢？因为我们现在只有5位同学，我们就要命名5个变数，然后再个别存入嘛。那如果我们有10位同学呢，我们不就要这样写10次？那如果有100位同学呢，我们不就要写100次？好，那这样想起来就感觉很麻烦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列表可以派上用场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写 scores， 然后呢等于一个列表。那要怎么样创建一个列表呢？创建列表的方法是一对中括号，然后里面写上我们想要存放的值哦。那假设我们今天要存放的是5位同学成绩嘛，就90、70、60、50、80哦。那中间用逗号隔开，这样子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里面存放了5个学生成绩的列表，我们就不用像下面这样命名5个变数这么麻烦咯。好，那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看看，就得到了这个5位同学成绩的列表。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列表里面存放的是数字这个资料形态嘛？那当然，我们想要存放的是字串或是布林值也是可以的哦。假设我们今天要存放小白的朋友有哪些？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小白的朋友，假设有小黑、小黄、小绿。好，那我们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哦。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那我们这样就得到了里面存放的是字串这个资料形态的列表。那如果我们想要存放的是布林值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们存放的是有混杂不同资料形态的列表呢，也是可以。所以第一个是数字90，第二个呢是字串小黑，第3个呢是布林值 true，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哦。我们直接印出来看看。OK， 这样就得到了存放了3种不同资料形态的列表。好，那接下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取得列表里面的值，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取得这个学生的成绩好了，我们想要取得90这一位同学他的成绩，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写 scores， 然后呢后面加上一对中括号。那这对中括号呢里面要写上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第几位，代表我们想要取得的是第几位。那90呢它是第0位嘛，所以我们就写0。那这边为什么是第0位呢？因为我们说过 Python 的世界所有的数字都是从0开始算的，所以90就是第0位，70是第1位，第2位、第3位、第4位哦。好，我们执行，就得到90哦。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的是50呢？它是0、1、2、3哦，第3位。OK， 就得到50。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取得的是列表里面的倒数第1位，也就是最后一位的话呢，我们可以写-1哦。-1的意思就是倒数第1位。那我们执行，就得到80，因为我们倒数第1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是80嘛。那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的是倒数第2位，我们就写-2哦。执行，就得到倒数第2位50。那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的是倒数第3、第4，那就一样哦，就是-3、-4，以此类推哦。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取得的是列表里面的90跟70这2位好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0:2哦。0:2是什么意思呢？它意思是说，它从第0位开始取，那一路取到第2位之前不包含第2位哦。第0位是90嘛，第2位是60嘛，所以呢，它一路从第0位开始取，然后取到第2位之前不包含第2位哦，所以就相当于是90跟70。我们执行，就得到90跟70。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取得的是70、60、50这3位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写1:4哦。为什么是1:4呢？因为1:4的意思呢，就是从第1位70开始往后取，那一路取到第4位80之前，然后不包含80，就不包含第4位，那就是相当于这70、60、50哦。OK， 就得到70、60、50了。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取得的是第1位，就是70之后的所有数字。那包含70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写哦：1冒号，然后后面不接数字。1冒号的意思呢，就是从第1位开始取，然后一路往后取到我们的字串结束哦。好，就得到70，一路到结束的80。那反过来，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的是这个80往前，那不包含80，一路往前到这个字串的开头呢，我们可以写冒号4哦。冒号4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取得第4位以前，那不包含第4位的所有值哦。执行。就得到了我们从第4位一路往前，那不包含第4位的所有值。好，那我们这样子这个中括号的用法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点熟悉的感觉哦？因为呢，我们在字串的那个部分也有用到中括号的用法哦。那我们那时候举的例子是这样子的哦，我们说有个变数叫 phrase。然后呢，里面存放的是一个字串，叫 Hello Mr. White。好，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说的哦 ，phrase。假设我们想要取得 phrase 里面的 h 这个值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中括号0嘛，因为 h 是第0位嘛，所以呢，我们执行，就得到 h。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 n 呢，它是0、1、2、3、4、5、6，第6位嘛。那我们执行就得到 n 嘛。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中括号的用法哦，跟我们刚刚上面介绍的列表的中括号的用法哦，都是相通的哦。假设我们想要取得 hello 这个字串，那我来写一下 hello。好 ，h 是第0位嘛，1、2、3、4、5、6、7、8、9，一路往下。那我们假设我们想要取得 hello 这个字串，我们就可以写0冒号5哦。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取得 hello 这个字串，就相当于从第0位一路往后取，那取到第5位之前不包含第5位嘛。好，那我们执行，就得到 hello 了。那假设我们想要取得这个 Mr. White， 也就是从 n 以后到我们的这个字串的结束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写6冒号。6冒号的意思呢，就是从第6位一路往后取到结束哦。执行，就得到 Mr. White 这个字串哦。好。那我们这边这个中括号的用法，字串的中括号用法，跟我们这个刚刚我们上述列表的中括号用法都是相通的哦。OK， 那再来呢？假设我们今天写错了，就是说我们第1位同学呢，他其实是30分，但是我们误写成90分。那我们想要把这个列表里面的这个90分。也就是第0位这位同学成绩改回30分，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就直接 scores， 那我们要改的是第0位嘛，我们就中括号0，然后呢，我们要把它改成30分，我们就把它写等于30。
这样子哦，我们就把列表里面的这个90改成30哦。那我们再把它印出来看看，执行，就发现了我们的这个90分这位同学呢，他就被改成了30分哦。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些列表很好用的函式哦。那第一个是 extend 哦。假设我们拿这个 score 来当示范 ，scores， 那这个 extend 的这个用法呢，是加上一个点，一个列表加上一个点，再加上 extend，extend，然后一对小括号。那这一对小括号呢，里面还要再写上一个列表。假设我们今天写的是 friends 这个列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 extend 这个英文单字是延伸的意思嘛？那我们把 scores 这个列表做延伸，那它延伸的对象呢是 friends， 那就相当于我们 scores 这个列表，它会在后面再接上 friends 这个列表。那我们直接执行一次看看哦。我们 extend 完之后呢，我们把它印出来，就发现了 friends 这个列表，它所有的值都接到 score 后面咯 score 这个列表后面。好，那这个就是 extend 这个函式哦。那再来呢，第二个函式叫做 append，append。那 append 这个函式的用法呢，是一个点加上 append， 然后后面加上一对小括号。那这个小括号呢，里面要再写入一个值哦。那 append 这个函式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列表后面再加上一个值哦。假设我们在后面写的是30好了，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它会在我们的 scores 后面再加上30这个值哦。我们执行看看，果然我们的这个 score 这个列表后面又多了一个30哦。好，那这是 append 这个函式，就是在我们的列表后面再加上一个值。那再来呢是 insert。insert这个函式的意思呢是插入的意思哦。那这个函式呢，我们必须要写2个参数啊。第一个参数是我们要插入的位置，第二个参数是我们要插入的值哦。假设我们今天写的是2.30好了，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想要在这个 scores 这个列表里面的第2位插入30这个值哦。好，那我们插入完印出来，我们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这个30哦，它就插入在70的后面，因为这个70的后面就是第2位嘛，0、1、2，它就插入在第2位。那原本的这个60、50跟80呢，就直接往后移了。OK， 我们30插进去，插到这个位置，然后呢，后面的60、50、80就都往后移。好，那这个是我们插入的这个函式哦。那再来呢是 remove，remove 这个函式呢，我们要传入一个值哦。那假设我们传入的是90，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它会帮我们把列表里面90的值给删掉哦。那我们本来这边有个90嘛，那它就会被删掉。好，我们执行。我们发现我们开头的这个90就不见了，因为我们把它 remove， 也就是移除掉了。好，那这个是 remove 这个函式。那再来呢是 clear，C-L-E-A-R 这个函式。那这个函式呢，它是清除的意思哦，它会帮我们把我们的列表全部清空哦，会变成一个空的列表。那这个函式呢，这个小括号里面不需要传入任何的值哦。我们执行，会发现我们的 scores 这个列表就变成一个空的列表了。好，那这个呢是 clear 这个函式。那再来呢是 pop 这个函式。pop 这个函式呢，一样，我们后面接一堆小括号，然后也不用传入任何的值哦。那 pop 这个函式呢，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移除我们列表的最后一位哦。那我们这边做 scores pop 就相当于它会把我们的最后一位80移除掉哦。那我们执行，就发现我们的80就不见了，我们的最后一位就不见了。好，那这个是 pop 这个函式哦。那再来呢是 sort sort 这个函式 ，sort 这个函式呢也是一样，不用传入任何的参数。那这个函式呢，它会帮我们的列表做排列哦，由小到大做排列哦。那我们这边 sort 完之后，直接执行看看，把它印出来，会发现我们的90、70、60、50、80哦，被做了排列。它由小到大排列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印出来了嘛，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由小到大排列的列表。那这个是我们 sort 这个函式哦，它可以帮我们由小到大做列表的排列。好，那再来呢是 reverse 这个函式哦。reverse 这个函式呢，一样不用传入任何的参数哦。那 reverse 的意思呢，这个函式呢，就是帮我们把我们的列表做反转哦。那什么是反转呢？就是90、70、60、50、80哦，它直接反过来，90变成最后一位，70变成倒数第二位。那其他下面都是一样哦，我们执行看看，会发现我们整个列表整个反过来了哦。本来我们的90是第一位嘛，就变成最后一位；70是第二位，就变成倒数第二位。那全部都反过来了哦。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函式是 index 点 index 这个函式呢 ，indx， 然后后面一对小括号，里面呢要传入一个值，那这个值呢代表的是我们想要找的值，然后呢这个函式会回传给我们那个值的位置哦。那假设我们这边 index 里面写的是90。那相当于他找到这个90在第0位之后呢，他就会回传给我们说，哦，90这个值在第0位哦。好，我们执行，就得到0。那如果我们想要找的是60呢，那我们执行，他就告诉我们60在0、1、2第2位哦。好，那假设我们有2个60好了，那我们执行，它还是回传第2位哦。因为 index 这个函式呢，它会回传给我们它第一个找到，也就是最前面的那个值哦。假设有2个60，它就会回传最前面的那一个给我们。好，那再来呢，最后一个函式是 count count 这个函式呢，就是数的意思，它会告诉我们。假设我们里面写的是60这个值，它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列表里面有几个60哦。那现在是2个嘛，那我们执行，它就回传2，告诉我们里面有2个60。那假设里面有3个60好了，我们执行看看，它就告诉我们有3个60哦。那如果我们想要找的是有几个80呢，我们执行，它就告诉我们有1个80哦。那假设我们找的是70呢，执行，它就会告诉我里面没有半个70哦。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那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函式呢，这些用法呢，并不是要大家把它全部背起来哦，只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哦，原来有这样子的用法。那如果我们之后在写程式的时候呢，有需要用到类似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想到哦，有这样子的函式可以使用，那我们再回来找这个函式是怎么用的就可以了哦。好，那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介绍了列表以及列表的一些用法哦。那我们下一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元组，英文是 tuple。那元组这个资料形态呢，跟列表是非常像的哦。它们一样都可以存放非常多的值。
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创建一个元组，里面存放的是学生的成绩，我们可以这样写 scores， 然后呢创建一个元组，那大家注意是用一对小括号，那假设5位同学的成绩，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元组，它是用一对小括号，然后里面呢写的是我们想要存放的值。那如果我们这边用的是中括号的话呢，它就会是一个列表。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元组，就是用小括号。那我们元组想要取值的话呢，跟列表一样，我们用中括号这个方法 scores， 然后中括号，那里面写的数字呢是我们想要取得的位置假设我们想要取得90这一笔值的话呢，我们就写0，因为它在第0位嘛，就得到90。那假设我们想要取得90、80呢，我们也可以用0冒号2执行，就得到90、80。那这边中括号的用法都跟列表是一模一样的那假设我们想要取得这个元组它的长度，也就是它里面有多少值的话呢，我们可以用 len 这个函数len， 然后一对小括号，然后里面呢写的是我们的元组，我们执行，它就会回传，这个元组里面有5笔资料。那这个 len 在我们的这个列表也是可以这样用的我在上一堂课好像没有提到，这边补充一下 ，len 这个函数呢也可以使用在列表，那跟元组也是一样，都可以使用。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元组跟列表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嘛，它们的用法长相只是一个是小括号，一个是中括号而已。那到底元组跟列表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好，那它们差别在于元组这个资料形态，一旦我们创建了它，它就不能做新增、修改或是删除好，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对这个元组做修改，假设我们今天90这一笔资料写错了嘛，其他30，那我们一样，我们可能就想要把它改成30嘛。好，然后我们把它印出来嘛。我们看一下，我们改动这个元组第0位，把它改成30，然后呢，我们执行看看。Python 这边就会告诉我们出错了，为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元组这个资料形态是不能做更改的里面的资料是不能被做更改的好，那这个呢就是元组跟列表的差别它呢元组这个资料形态一旦被创建了，就不能做新增或是修改或是删除换句话说呢，就是元组一创建了，它长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动它一根汗毛好。那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些疑惑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元组这个资料形态呢？我们好好的列表不用，为什么要用元组？那反而用元组还限缩了我们的弹性嘛？本来我们要做修改，就修改不了了；本来想要做新增跟删除，也都没办法做了。那为什么需要元组这个资料形态呢？它到底可以应用在什么方面呢？好，那元组这个资料形态它就是要防止我们的资料被意外的修改我们有些东西有些资料它就是一被创建的就是那样，它不希望被修改那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存放一个资料，那它这个资料呢是101，它的经纬度的坐标位置。那假设我们用 data 把它存起来。那假设它的坐标位置是123、456跟456、789，那大家觉得这个101的坐标位置会被改动吗？它会今天是在这个位置，明天在另外一个位置吗？不会嘛。所以呢，这种资料就可以用元组来存放因为呢，我们要避免它被意外的修改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程式码写长了或写大了，或者说我们跟别人合作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修改到什么资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这样写就可以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元组它可以应用的方面就是防止我们资料被修改。所以呢，一旦它被定义了，
它就没办法被修改，也没办法做新增跟删除哦。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元组这个资料形态，以及元组可以应用在什么样的方面哦。好，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函式 function。那相信大家对函式这个名词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我们之前的课堂上啊，也有多次提到过函式。好，那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么样定义函式的嘛？我们说函式是一段预先写好的程式码，当我们要用到它的时候呢，那一段程式码才会被执行。那函式呢是帮我们做资料的处理或是运算，然后呢回传给我们想要的资讯。好，这样听下来哦，还是蛮模糊的嘛，还是不太清楚函式到底是在干什么，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那我们这堂课哦，就是要告诉大家函式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哦。首先呢，函式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函式的定义，第二个部分呢是函式的呼叫。我们必须先定义了这个函式，我们才有办法呼叫它哦。好，那我们先来定义一个函式。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定义一个函式叫做 say， 叫做 hello 好了，我们想要定义一个函式叫做 hello， 然后呢，它的功能是印出 hello 这个字串。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哦，我们写 def， 然后加上一个空白键，然后我们刚刚说函式的名字想要叫 hello 嘛，那我们就写 hello， 然后呢，接着一对小括号，再接着一个冒号。OK， 那我们刚刚说我们想要这个函式帮我们印出 hello 嘛，那我们就在函式的内部 print hello。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就完成了一个函式的定义哦。首先呢，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函式的名字，我们刚刚说我们想要叫做 hello 嘛。那这个函式的名字的命名哦，也是有规则的哦，它跟我们变数命名的规则是一模一样的哦，只能是大小写英文跟数字跟底线的组合，然后呢，开头不能是数字哦。好，那我们说我们想要这个函式帮我们做的动作是印出 hello 这个字串嘛，那我们必须要在函式的内部写上 print hello。那怎么样叫做函式的内部呢？大家应该有看到哦，我们这个前面的部分有做留白嘛。那这个留白呢是4个空白键或是一个 tab 键。那 tab 键呢是 tab 哦 ，tab 键是在 Q 的左边 ，Q 键的左边。好，那大家这边也不用太担心哦，因为我们正常在定义函式的时候呢，我们按下 Enter，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留白了哦。好，那假设我们今天如果是 print 你好，我们写在这个地方，它就不算是函式的内部哦，它就不是函式的一部分哦，因为我们并没有留白。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函式的定义嘛，我们执行看看。那我们可以发现它并没有做 Python 并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没有印出 hello，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做函式的定义嘛，我们并没有做函式的呼叫，所以函式的这个内部的程式码呢，并不会被执行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呼叫函式呢？我们要写上，假设我们今天的函式叫 hello， 我们就写 hello， 然后加上一对小括号，这样子呢，我们就呼叫了我们的函式哦。我们执行看看 ，OK， 果然我们就印出了 hello。好，那假设呢，我们今天这个函式不想要这么简单，我们想要函式呢是可以传入参数的哦。我们想要对资料做处理嘛，所以我们想要把资料传进去，传到这个函式里面，然后这个函式呢做处理之后，再回传给我们我们想要的资讯嘛。那假设我们今天这个函式呢需要传入的参数是名字 name， 那我们下面可以写说 hello 加 name。OK， 那我们这边呢，就要在 hello 这个中括号小括号里面哦，传入 name 哦。假设如果我们不传入的话呢，我们直接执行
Python 就会告诉我们有错误哦，因为我们并没有传入参数哦。那下面清理一下。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传入的名字叫做小白，那我们执行一次 ，OK 就会得到 Hello 小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传入的参数不止一个，我们想要传入很多个也可以。假设我们今天要再传入一个叫做 age 年纪，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再加上你今年age1岁 ，OK。那我们这边传入的是，假设我今年87岁，好，我们执行一次，就会得到 Hello 小白，你今年87岁哦。好，那大家应该有发现哦，为什么我们这边87要用字串呢？那是因为哦，我们如果用数字的话呢，我们传进去的这个 age 呢也会是数字哦。那数字并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字串做相加嘛，我们这边 age 就是数字嘛，我们数字没有办法跟字串做相加，所以呢这样就会出错。我们执行一次看看 ，OK， 果然就出错了，因为他说字串跟数字不能做相加。那我们要解决它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在这边把这个数字用 string， 用 str 这个函数把它转成字串哦。那我们再执行一次。OK， 就会得到 Hello 小白，你今年87岁。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大致上了解了这个怎么样定义一个函式哦，以及怎么样呼叫一个函式哦。那我们来做个练习好了。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定义一个函式，那这个函式的名字呢叫 add， 然后呢我们要传入2个数字给这个函式，然后这个函式呢会帮我们印出这2个数的相加哦。好，那这边大家可以先把影片暂停哦，先自己试着做做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我刚刚说的那个函式哦。好，那先把这边注解掉。我们刚刚说这个函式叫 add 嘛，然后呢我们要传入2个参数嘛，假设叫 num1 跟 num2， 冒号，然后我们把它印出2个的相加。OK，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 add 的函式的定义哦。那我们就直接来呼叫看看好了。add23， 我们传入23给它，然后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好，就会得到5哦，因为我们的2跟3相加印出来就是5哦。那希望大家这边函式这个定义都有做对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函式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回传 return。那大家看到这个 print 哦，并不是回传的意思哦，它只是呢在我们的画面上印出来东西而已哦。那所谓的回传呢，是我们刚刚说 return 嘛 ，return。然后呢，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回传的值是数字10好了，我们就 return， 然后空白键，然后数字10，这样就是回传数字10的意思哦。好，我们先把上面这一行注解掉，我们执行看看，如果只有 return 10这个程式码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我们下面有呼叫嘛，我们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这个 Python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哦，没有任何的动作。好，那这个 return 到底是在干嘛呢？在函式里面哦，只要我们的函式里面的程式码碰到 return 这个东西，它就会直接把 return 我们要 return 的值呢，现在值是10嘛，直接把 return 的值呢覆盖掉我们的这个呼叫哦，所以我们的呼叫碰到了我们这边这个函式已经碰到了这个 return 了嘛，所以呢它就会把这个10哦直接覆盖掉这一串 add23 哦，直接变成10。所以呢我们试试看，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好，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只要函式里面的程式码碰到 return， 它就会直接把 return 的值覆盖掉我们原先的呼叫哦，所以呼叫就会直接变成10这样子。好，我们执行看看，果然哦就得到10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要的是回传第一个数跟第二个数的相加嘛，那我们就可以写 return num1 加 num2。那这个地方呢，我再跟大家在这个流程再顺一次哦。我们程式执行是从由上而下嘛，所以呢，一开始如果我们执行的话呢，它会先看到这个函式 add 这个函式，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它又会看下去，就会看到哦，我们这边呼叫 add 这个函式，然后呢，我们传入2跟3这两个参数哦，然后就会放到2跟3里面，然后呢，函式就会开始运行嘛，运行里面的程式码。当函式呢遇到这个程式码遇到这个 return 的时候呢，它就会把 return 的值，现在是 num1 加 num2 嘛，2加3等于5，就会把 return 的值这个5呢覆盖掉原先的这个呼叫，所以这边就会相当于 print 5的意思哦。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哦就得到5了。好，那做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哦，我们为什么要 return 这个东西？我们刚开始直接用 print 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不是也是得到？好，我们直接这样写 add23， 我们刚开始直接这样子写的时候，不是也得到5吗？对不对？我们执行看看，对啊，明明也是得到5，那我们干嘛这样？对不对？搞乱七八糟，还 return 来 return 去的嘞，结果我还是得到5嘛。好，那会需要这个 return 的原因呢，是因为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程式，我们这个函式在呼叫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呼叫完就结束了哦。我们通常呢，大部分的时候是函式呼叫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对它回传的这个值哦，回传的这个数字5嘛，我们还要对它做更多的运算跟处理哦。假设今天它已经回传回来是5了嘛，我们可能还要对它什么乘以100啊，然后再除以6啊，然后再开个根号啊，再干嘛之类的。我们后续还要做很多的运算哦，并不是它直接就这样 print 就结束就没事哦。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到 return 哦，因为我们需要把那个它处理完的这个数值呢回传给我们，我们后续还要再做更多的运算跟处理哦。OK， 那这边大家了解了什么是 return 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出一个考题哦。假设我写的程式码长这样 ，value， 等我一下，我出一下考题哦。34。好，这边测验一下，大家是不是都了解这个 return 的概念哦？那我这边的问题呢是，当我按下执行之后，我们这一段程式码会印出什么东西呢？好，那给大家10秒想一下哦。我再说一次我的题目，我的题目是，当我按下执行的时候，这一段程式码会印出什么东西？OK， 大家想一下哦，这边，因为这个部分函式的部分，在我们的这个程式语言里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好，希望大家都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哦，那我们就直接执行看看。哦，会得到7跟10，不知道你有没有答对哦？如果你没有答对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这边再顺一次这个流程，这个函式的这个顺序哦，我们再做一次给大家看哦。我们一开始我们执行了程式之后呢，这个程式是由上往下嘛，所以呢，程式码这个 Python 呢会先看到我们定义了一个 add 这个函式，然后呢，它会继续往下，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定义嘛，它只看到我们定义了，还没有看到我们呼叫，然后它继续往下，
他发现我们呼叫了 add34，然后呢，他看到我们呼叫 add， 他就会往上找，去找到我们呼叫的函式。OK， 他找到了，这边有个 add， 然后传入的是3跟4，然后呢，他就开始运行我们这个函式里面的程式码。那第一行呢，他就会说，这程式码就会说，请你印出4跟3的相加，然后呢，画面就会印出4跟3的相加等于7。然后呢，这个程式码就会碰到这个 return 10。那碰到 return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10直接覆盖掉我们的这个呼叫，所以这边就会变成10。然后变成10之后呢，它就会放到这个 value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呢再印出来，所以就会印出10。OK， 那这边如果你还是不了解的话呢，可以多重复听几次哦，因为这个部分真的是相当之重要哦。OK， 好，那这边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哦。那如果我今天我这一行不写，那原本的这个 add23 会回传什么？会变成什么？好，这问题很好哦，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就知道了嘛。如果我们都没有写，我们没有 return 东西，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就是看这个 add23 会被替换成什么？还有 add34 啊，说错，执行。哦，它会变成这个7是这个印出来的嘛？它会变成 none。为什么会变成 none 呢？那 none 又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在定义一个函式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在这个它的函式的程式码里面，我们没有 return 东西，那这个 Python 呢就会预设直接帮我们 return none， 就是我们下面这东西 return none 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我回传的东西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就算我们没有写 return，Python 呢预设也会帮我们的这个函式在最后呢加上 return。那如果我们没有写，它就会帮我们加上 none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东西的意思。那没有东西呢，也会直接这个 none 呢也会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add34 也会把它替换掉，所以 add34 就会变成 none。然后 none 呢就放到 value 里面 ，value 就会印出来，就是 none。好。那我这边再跟大家再顺最后一次哦。我们这边为什么是印出7跟 none 呢？因为我们程式执行下去之后呢，我们会先这个程式由上往下执行嘛，它会先看到我们定义的一个 add 这个函式，然后呢，它发现我们的这个 add 里面并没有 return 东西，所以呢，它就会预设直接帮我们 return none。它就会预设把我们的程式码变成这样，然后就继续往下 ，OK， 然后看到我们呼叫了 add34， 然后呢，它就会往上找add 这个函式它就找到了嘛，然后传入的是3跟4，然后第一行呢，它就会执行印出3跟4， 3加4，然后就会印出7。然后呢，我们刚刚说了嘛，因为它已经自动帮我们加了 return none， 然后呢，这个 none 就会覆盖掉这个 add34， 然后放到 value 里面，然后再印出这个 value， 那 value 里面是 none， 所以就会印出 none。好，那今天最后一个观念咯，最后了，大家快要解脱了。最后一个观念呢，是当我们的函式在运行的时候啊，它只要一碰到 return，它就会直接结束了，直接结束，它就不会再继续运行我们函式里面下面的程式哦。怎么说呢？我们做个例子哦，假设我们今天这边 return 10，然后下面还要再 print 你好，那这个 print 你好是不会被执行的哦，因为当我们呢只要函式遇到 return，它就会直接停止，它就直接结束了，它就不会再继续运行我们下面的程式哦。那我们执行看看，果然我们的你好没有被印出来哦。那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函式呢碰到 return， 它就会直接结束了，它不会再继续往下执行了，它就会直接回传给我们的 add34， 然后呢在这边继续往下运作哦。好。这个部分因为大家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呢可能会不太熟悉或是有些困难哦。
那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搞不懂的话，可以多看几次。那如果真的再搞不懂的话，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那我们这边这堂课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好，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if 判断句。那 if 判断句呢，是让电脑在不同的状况下可以运行不同的程式哦。因为我们可能想要在不同的状况运行不同的程式嘛。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在 A 状况下的时候让电脑执行 A 程式，那在 B 状况下的时候，我们想要让电脑执行 B 程式，那要怎么办到呢？我们接着看下去哦。其实呢，这个 if 判断句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常常遇到的哦。我们直接举例哦，我们会遇到的第一个最简单的，我们会说，如果我肚子饿，我就去吃饭嘛，这是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句子嘛。那翻译成 Python 的话呢，就是这样写的哦。如果翻译成英文是 if 嘛 ，if， 然后接着空白键，我肚子饿，然后冒号，然后接着呢写我们要执行的程式，我就去吃饭。好，那大家这边先注意一下哦，这个地方一样要做缩排哦，这个跟我们的函式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哦。那这个缩排呢，一样是4个空白键或是一个 tab 键，那大家一样不用担心哦。那因为我们在写 if 的时候呢，我们按下换行的时候，它都会自动帮我们做这个缩排了。好，那这个 if 判断句呢，在 Python 的这个世界里，我们就这样成功的翻译过来哦。那这个我肚子饿呢，我们不会这样子写嘛，在 Python 里面，我们必须要用一个资料来判断我是不是肚子饿。那假设我们用 hungry H-U-N-G-R-Y 这个变数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肚子饿。那假设是肚子饿，我们就写 true。然后呢，这边用 if hungry U-N-G-R-Y。那一样嘛，我们不能执行一个叫我去吃饭的这个程式码嘛。我们假设我们执行的是 print 好了，把它印出来，我就去吃饭。OK。那这边帮大家顺一下哦，这边意思是说呢 ，if 我们会先判断 hungry 这个东西，这个布林值是不是 true。如果 hungry 是 true 的话呢，我们就会进入 if 里面的程式码，执行印出我就去吃饭。好，那因为现在 hungry 是 true 嘛，那一样它就会执行嘛，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它就印出我就去吃饭了，因为这边是 true， 所以它在这边判断哦是 true， 它就进入这边的程式码。那如果是 false 呢？如果是 false 呢，它就会继续哦，它就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式码，执行我们 if 外面的程式码。但是呢，我们 if 外面已经没有写程式码，所以我们执行看看 ，OK 就不会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哦。好，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 if 判断句哦。再来呢，第二个例子，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句子嘛。我们会说，如果今天下雨，我就开车去上班。那否则的话呢，否则我就走路去上班。那这边多了一个否则哦。那在 Python 里面要怎么表示呢？上面一样 if 今天下雨，那我们一样不可能直接写今天下雨嘛，我们直接就把它用rainy 好了 ，A-I-N-Y 来代替。那我们上面定义一个 I-I-N-Y。那假设今天真的下雨是 true。OK，if rainy， 我们就印出我就开车去上班。OK， 那如果否则的话呢？否则的这个句子在 Python 的世界是 else，E-L-S-E， 然后呢，一样接着一个冒号。然后写下我们要执行的事情是印出我就走路去上班。那大家这边注意一下哦，我们这边一样是要做缩排的哦。这个否则里面的语句哦，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样要做缩排哦。好，那这边的逻辑呢是这样子的 ，if 这个东西呢会先判断我们这个 rainy 这个布林值是 true 还是 false。
如果是 true 的话呢，它就会进入 if 里面的程式码 ，if 里面的程式码是这个嘛，印出我就开车去上班。那如果 rainy 是 false 呢，它就进入否则里面的程式码，否则里面的程式码呢是我就走路去上班。OK， 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它印出我就开车去上班。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是 true 嘛，那这边是 true 的话呢，它就会进入 if 里面的程式码。那如果是 false 呢？false。OK， 那我们执行看看，它就会印出来，我就走路去上班哦。好，那这个呢是第二种我们会遇到的 if 判断句哦。那再来呢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这么说嘛？我们说，如果你考100分，我就给你1000块。那或是如果多了一个或是如果你考80分以上，我就给你500块。然后再来呢，或是如果你考60分以上，我就给你100块。再来呢，否则如果你没有考等于100分，你没有考80分以上，你没有考60分以上，那我就那你就要给我300块。好，那这样子的语句呢，在 Python 里面要怎么表示呢？我们一样哦 ，if 你考100分，你考100分，那我们一样，我们不可能直接在这个你考100分这个东西做判断哦，我们要用一个资料，然后来把我们的分数储存起来。假设我们今天用的资料是 score 哦，假设我们今天用的变数是 score。然后呢，假设我们今天真的考100分，那我们就把它存100分。那我们这边要判断你是不是考100分，我们要这么写哦 ，score 等于100 ，OK。那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哦，等于这个符号，这两个等于是什么意思呢？两个等于的意思哦，是我们要判断左边的值跟右边的值有没有相等。那如果有相等的话呢，这一串就会变成 true， 就会变成 true。如果没有相等的话呢，就会反过来变成 false。OK， 那我们现在上面已经 score 已经变成100了嘛，里面已经是存放100了嘛，所以相当于呢，这边就是做这个比较，100有没有等于100，100有没有等于100？那显然100跟100这个值是一样的嘛，所以它们就会变成 true。OK。那大家注意一下哦，等于跟等于不要搞混哦。等于呢是把右边的这个值，右边的这个100这个值放到 score 这个变数里面。那等于呢是比较左边的值跟右边的值有没有相等。好，那我们今天要判断你有没有考100分嘛？那如果你考100分的话，我给你1000元。那或是如果来了，或是如果这个用法呢，在 Python 里面是 else if， 然后呢，接着写着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是你考80分以上嘛，那就是 score 大于等于80。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哦 ，score 的等于呢是判断score 这个值有没有相等于100，那 score 大于等于80呢是判断 score 这个值有没有大于等于80哦。那如果有的话呢，这种大小的比较或是有没有相等的比较，如果是有的话，或是真的大于等于80的话呢，这边就会变成 true。那如果一样，它如果没有大于等于80，它就会变成 false。这样子哦。只要是这种做比较的大小或是相等的比较呢，它们的结果都会是 true 或是 false 哦。好，那我们一样，如果有的话，如果大于等于80的话，我们就印出我给你500元。那接下来呢是或是如果 else if 你考60分以上，大于等于60。印出我给你100元。好，否则是 else， 然后接一个冒号，否则
你给我300元。OK， 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哦。我们现在分数是100分嘛，好，我们直接执行。OK， 它就会印出我给你1000元。那我们来顺一下这个逻辑哦。一开始呢 ，score 是100分嘛，所以呢，它就会做判断，进入了这个if判断句，来判断 score 这个值是不是相等于100。那是相等嘛，所以呢，这个比较就会变成 true。那既然是 true， 它就是进入 if 里面的程式码，然后印出我给你1000元。那它既然已经判断完了，下面的它就也不会再去执行了，所以就会印出1000元。那假设我们今天的是90分，那我们执行看看，它会印出我给你500元。那这边逻辑是这样。它先进入了if判断句嘛，它会判断score 这个值跟100有没有相等。那现在 score 是90嘛，所以90跟100显然不相等。那它就会进入第二个判断，它判断说 score 这个值有没有大于等于80。那90有大于等于80嘛，所以它就进入这个第二个判断里面的程式码，然后去执行，所以它就印出了我给你500元。那这边已经判断完了，所以下面的这个2个判断呢都不会去执行。好，那假设今天是70分，那我们再执行一次，一样哦，它印出我给你100元，是因为它一开始进入 if 判断的时候呢，70并没有等于100嘛，没有相等于100，所以它进入第二个判断，70也没有大于等于80，所以它进入第三个判断，70有大于等于60嘛，所以它就印出这个我给你100元。那假设我今天考的是50分呢？我们执行，它就印出你给我300元。好，我们最后一次哦。我们进入if判断，50有没有相等于100？没有。50有没有大于等于80？没有。50有没有大于等于60？没有。else 最后呢，否则它就印出你给我300元。OK， 那这边大家应该听了也都大概了解了，我们都顺了这么多次了。OK， 那再来呢，第四种呢是这样说的哦。如果你考100分，且我们今天是且咯，且今天下雨，我就给你1000元，否则你就给我100元。那这边跟上面的差别呢，就是跟上面这个跟这一段的差别呢是它多了一个且。好，那我们在 Python 里面这个要怎么表示这个且呢？我们来写一次 if。那我们一样要先写一个 score。那假设今天真的考100分，那也要一个 rainy。假设今天下雨 ，OK， 你考100分就是 score 等于100。且这个字呢是 and 今天下雨 INY， OK， 然后冒号印出我给你1000元 else 否则也要加冒号印出你给我100元，然后这边少一个100元。好，那这个 and 这个判断呢 ，and 这个判断是说左边的值要是 true， 右边的值也要是 true，and 这个判断才会是整串才会是 true。所以说呢，要左边这个判断是 true， 右边这个判断是 true， 这一整串呢才会变成 true， 才会变成 TRUE 才会变成 true。如果刚刚这边呢，左边或右边有一边是 false， 那这一整串呢就会变成 false 哦。好，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它印出我给你1000元，它是执行这一段嘛，我给你1000元。那我们逻辑跑一次，它要先进入 if 判断这个100有没有跟100相等？有，所以这一段呢会变成 true。那再来呢，它会判断rainy 是不是 true？ 好 ，rainy 是 true， 所以左边跟右边 and 的左边跟右边都是 true， 所以呢，它就会把这一整段都变成 true， 所以呢就进入这个印出我给你1000元。那假设我今天考的是90分，好，执行，它就印出你给我100元。好，那是因为我们刚刚说 and
and 这个判断要是左边是 true， 右边也是 true， 它才会把这整个都变成 true 哦。只要有一边是 false， 它就会把整个变成 false。那如果if遇到是 false 呢，它就会进入这个否则嘛，那否则就会印出你给我100元。OK， 那如果这边是 false， 一样哦，因为这样子呢，变成说左边是 false， 右边也是 false， 那 and 呢就会整串变成 false。那我们执行 ，OK， 果然就得到你给我100元这一串，我们印出的是这一串 ，OK。好，那再来呢？我们既然有且嘛，那我们当然有或。那今天呢，我们的句子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考100分，或今天下雨，或我给你1000元，否则你给我100元。那一样，我们直接，这跟上面的差别只有差在这个且跟或，那我们直接复制下来。OK， 那我们假设今天分数考100分，然后今天有下雨。OK， 那 score 等于100，那这个或呢？或在 Python 里面是 or。OK，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也要改成元，就一样就完成了我们的 if 句哦 ，if 判断句哦。那我们现在是100跟 true 嘛，我们一样直接执行看看哦。它印出我给你1000元。OK， 那我们顺一次逻辑。or 这个运算哦 ，or 这个判断哦，它是只要左边或是右边其中一个是 true， 它就会把这一整串都变成 true。OK， 那如果两个都是 false， 左右两边都是 false 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一整串变成 false。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入这个100分嘛，然后我们进入判断100分这个 score 有没有等于100呢？有，所以左边是 true， 那 Rainy 呢？也是 true， 左边是 true， 右边是 true， 那当然呢，这整串 or 就会把它变成 true， 然后就会进入这个我给你1000元，把它印出来。那假设如果 Rainy 是 false 呢，我们执行一样，它会印出我给你1000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 ，or 这个判断呢是要左边跟右边都是 false， 它才会把这一整串哦。变成 false， 那这一整串是 false 的时候呢，它才会进入 else， 然后印出你给我1000元哦。OK， 那这边100跟100已经是 true 了嘛，那 Rainy 是 false， 没关系，它只要有一个是 true， 这一整串就是 true。OK， 那如果这个是90呢？90的话呢，我们执行，它就会印出你给我100元哦，因为呢，现在左边是 false， 右边也是 false 哦，所以就会进入 else。好，那再来呢，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是跟上面的不一样的是没有或没有下雨。那我们一样直接把它贴下来哦，因为蛮像的。那唯一的差别呢，是它这边是说或没有下雨，没有下雨。那我们要把原本判断的是有没有下雨，我们要原本判断的是有下雨嘛，那现在要判断的是没有下雨，那我们只要加一个 not， 然后括号起来就可以了。OK， 那我们假设考的分数是100，然后一样是 true， 那这个一样加上元，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哦。它会印出我给你1000元。好，那这边逻辑是这样子哦。我们一开始呢，100，它会判断100有没有相等于100，有嘛？所以呢，它进入第二个判断 ，not Rainy。本来 Rainy 呢是 true， 那经过 not 这个函式之后呢，它就会反过来变成 false。所以现在变成是说左边是 true， 右边是 false。那我们刚刚说了嘛 ，or 是除非左右两边都是 false， 不然呢就这一整串就会变成 true。OK， 那因为现在左边是 true 嘛，所以它就是 true， 它就印出我给你1000元。那假设这边是90，我们执行，它就进入我给你100元这个地方了。因为呢这边左边是 false 的嘛，然后呢右边本来是 true， 然后经过 not 这个函式之后也变成 false 了。
所以 false over false 这一整串就会是 false， 然后呢就会进入 else 否则，然后就印出你给我100元。OK， 那这边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好了，因为我们这边判断的是你考100分嘛，那假设我们想要判断的是你没有考100分，就是反过来的意思，我们要问的是你没有考100分，那要怎么样做这个判断呢？我们本来是等于等于嘛，等于是判断左边跟右边有没有相等，那我们今天要判断的是左边跟右边有没有不相等哦。那我们就要写惊叹号等于就可以了。score 惊叹号等于100，就是在问说 score 这个值是不是不等于100？如果是不等于的话呢，这一整串就会变成 true； 如果是等于的话呢，这一整串就会变成 false。OK，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所有会遇到的这个if 判断句哦。好，我怎么觉得我自己好像在讲很多的绕口令，希望大家有听懂哦。那我们下面呢就直接来做一个练习，那顺便练习一下我们上一堂课的函式好了。假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函式，那这个函式的名字叫 max num， 叫这个 max 底线 num。那假设那个函式的名字叫 max num， 然后呢这个函式要传入3个参数，3个数字。那这个函式的功能呢是会回传这3个数字哪一个数字是最大的。OK， 那大家一样哦，可以先暂停看看，自己做看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我刚刚说的那个函式哦。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我们 def 定义一个函式，然后函式的名字是 max num， 小括号，我们说要传入3个数字嘛，假设叫 num1、num2、num3， 然后冒号，然后缩排，然后我们说呢要回传3个数里面是最大的那个数嘛，那我们就要做判断了，判断3个数哪个数是最大的。那假设我们第一个先判断说 num1 是不是最大，如果 num1 是最大的数呢， num1 必定大于等于 num2 嘛，而且 num1 也要大于等于 num3。如果这两个都成立的话呢，表示 num1 是最大的，那我们就回传 num1。不然的话呢，否则我们来判断 num2 是不是最大的。如果 num2 是最大的话呢， num2 必定大于等于 num1， 而且 num2 也必定大于等于 num3。 OK， 那如果 num2 是最大的，我们就 return num2。 再来呢是否则，因为我们上面已经判断了num1 是不是最大嘛， num1 不是最大的，它就进入 else if 判断 num2 是不是最大的，结果 num2 也不是最大的，那进入到否则，那否则的当然就是 num3 是最大的咯， return num3。 OK， 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所說的這個 max num 這個函式哦。那我們就直接來呼叫看看哦，然後並且把它印出來哦， max num。 好，那我假設我們傳入的數字是235。 OK， 那因為5是最大的嘛，所以我們預期它應該會印出5哦，回傳5，然後印出5，我們執行看看，果然就印出5了。好，那这边也帮大家顺一次逻辑哦。我们呢定义了这个函式，然后呢我们下面呢呼叫这个函式嘛，我们呼叫了 max num， 然后呢下面传入235这3个数字，传入了235，然后呢第一个它先判断 num1 是不是最大的， num1 如果是最大的话呢，那 num1 它会大于 num2 嘛，大于等于 num2 也会大于等于 num3 嘛。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呢，当然那 num1 就是最大，所以就回传 num1。如果不是的话呢，它就判断 num2 是不是最大的，那一样，如果 num2 是最大的，它必定大于等于 num1 跟 num3 嘛。那如果成立的话呢，就回传 num2。那如果都前两个都不成立，表示 num1 不是最大的， num2 也不是最大的，那当然否则
否则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num3 是最大的，所以就回传 num3 哦。那我们再试试看，假设我们今天是13.5，执行，果然回传的是10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if判断句啦，希望大家都有了解。好，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计算机。那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课堂上呢，也曾经建立过一个非常阳春的计算机哦。那当时候的那个计算机呢，只能做相加的这个动作嘛。那我们今天这个计算机哦不一样，我们可以做相加、相减、相乘、相除、相除哦。是一个比较进阶版的计算机哦。好，那我们这个计算机呢，需要用户的3个输入，分别是我们要运算的第一个数，以及第二个数，以及呢，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子的运算。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我们刚刚说了嘛，我们需要用户的输入，所以就要用到 input， 然后一个小括号。里面写一个提示，请输入第一个数 ，OK， 然后 OK， 那这边帮大家复习一下哦，这个字串是提示的意思，提示用户他今天要输入的东西是什么。好，那这边用户会输入一个数嘛，那我们直接把它用 num1 这个变数把它存起来 ，OK， 那因为我们今天有2个数嘛，所以我直接复制。num2， 请输入第2个数。好，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 input 呢，我们之前说过嘛，它会预设把我们所有的输入哦都当成字串来看，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处理呢是数字的相加、相减、相乘、相除嘛，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呢。把它转换成数字哦，那我们直接把它转换成有小数的数好了 ，float， 好，把它包起来 ，float 下面也是一样 ，OK， 那这边帮大家顺一下哦，我们输入第一个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 input。这个东西呢，就会变成我们输入的那个第一个数，然后呢，它是字串嘛，所以呢，字串会经过我们这个 float 转换，它会转换成有小数点的数，然后呢，再存放到 num1， 那 num2 也是一样的哦。好，那假设我们今天在中间哦，在2个数输入的中间，我们想要它用户输入一个运算符号，那我们叫 operator， 我们叫 OP 好了。OK， 那一样 input， 请输入运算符号。OK， 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的就是字串哦，我们就不用再把它转换成数字哦。OK， 那 input 的地方我们就写好了，再来呢就是要做判断了。我们今天要判断用户输入的是加或是减或是乘或是除嘛。这样我们才知道他要做的是哪一种运算，所以呢，我们就 if 我们判断 OP 它是不是等于我们第一个判断是不是加好了，好，加，好，这边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等于是判断左边的值跟右边的值是不是相等哦 ，OK， 那我们这边判断 OP。是不是等于？是不是相等于加号？那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印出这个第一个数加第2个数。OK， 那再来，如果我们判断了第一个，我们第一个判断的 OP 是不是加号？不是，那我们再判断第2个 ，else if OP 等于，如果它是减号的话呢，少一个冒号，我们就印出。num1 减 num2， 再来，如果也不是减号，我们就判断，那它是不是乘号呢？如果是乘号，我们就印出 num1 乘 num2。
OK， 那再来最后一个，如果也不是乘号，我们就判断它是不是除号。如果是除号，我们就印出 num1 除以 num2。好，再来，我们今天为了防止用户随便输入，所以我们还要在最后一个 else 就是说，如果今天用户输入的是加号，不是，再来呢判断是不是输入减号，也不是，再来判断是不是乘号，不是，判断是不是除号，也不是。那既然不是加，也不是减，也不是乘，也不是除，那显然这个用户输入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嘛。那我们就回应它不支援的运算 ，OK。好，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计算机就完成了。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吧，执行。OK， 请输入第一个数，假设我们第一个数是5好了，请输入运算符号，假设我们想要做的是加好了，我们5加第二个数，好，我们5加 2.2 好了，因为我们这边做的是 float 是可以把我们的小数点给float 是可以把字串转换成有小数的数的OK， 那我们执行。就得到了5加 2.2 等于 7.2。OK， 那这边再帮大家顺一下我们第一个输入5嘛，所以呢，这个 input 呢，这一串就会变成5，然后5转换成有小数点的数，再放到 num1， 然后第二个输入加号嘛，这个就会变成加号，然后放到 OP 里面。那 num2 也是一样，变成这个输入这个 2.2 之后，再转成小数，再放到 num2。OK。然后呢，到下面它就会判断说，这个运算符号 OP 是不是加号？是然后它就印出 num1 加 num2。OK，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假设我们今天要做的是5，不好意思，按到上面了，5乘 3.3 好了，我们执行看看，它就得到 16.5。那这边一样帮大家顺5输入5。那上面就 input 嘛，然后呢变成小数的5，然后输入的是乘号，这边就变乘号，然后输入 3.3， 它就会转换成 3.3 这个小数，然后呢这边 if 它先判断是不是加号，不是，它在判断是不是减号，也不是，它在判断是不是乘号，是了，它就印出 num1 乘 num2， OK 就得到 16.5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防止用户输入奇怪的符号嘛，我们来试试看假设我们今天要做的是5，就按到上面。假设我们今天要做的是5，然后想要运算的符号，我们随便打。假设我们想要运算的符号是前字号好了，然后再来第一个数，我们假设是30。OK， 它就会告诉我们这是不支援的运算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如何建立一个计算机。那这计算机呢是有加减乘除的功能的OK， 好，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字典。英文是 Dictionary，D-I-C-T-I-O-N-A-R-Y。那大家不要怀疑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查字典的那个字典好，那字典这个资料形态呢，它可以帮我们储存很多键跟值的配对那什么是键跟值呢？翻成英文是 key 跟 value我们把它写一下key 跟 value。那中文呢是键跟值 OK， 那我们直接拿这个查字典来比喻好了。我们查字典的时候，我们查的那个单字就是键，那我们查到的注释的那个解释就是值 OK， 那我们直接来创建一个字典好了。假设字典叫 DIC， 那等于对大括号，这个字典的创建方法呢是一对大括号，然后里面写着很多键跟值那假设我们今天查的是中文翻英文的字典好了，那里面假设有苹果，
那中文翻英文嘛，就是 Apple。那这样子写呢，就是一对键跟值哦。这个呢，苹果就是键 ，Apple 呢就是值哦。好，那假设我们有下一对是香蕉跟 banana。好，那再来呢，猫 cat， 狗 dog。OK， 那我们这样子呢，就完成了一个字典的创建哦。我们有 key 跟 value， 那也就是键跟值的配对。那我们可以有很多个哦。好，那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看看好了。DIC， 好，执行。OK， 我们就得到这个字典哦。好，那假设我们今天真的要去查字典了，我们要查苹果，苹果它对应到什么？它苹果呢，我们要怎么查呢？我们写 DIC， 然后一个中括号，一对中括号，然后呢，里面写上我们想要查的那个东西哦。我们要查苹果嘛，我们就写苹果。OK， 那直接执行，就会得到 Apple。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查猫，我们就写猫，执行，就会得到 cat 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键跟值的这个对应哦，也不一定是要这样对哦。我们高兴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哦。我们0对应到 Apple， 1对应到 banana， 2对应到猫，3对应到狗哦。这个对应呢，是我们自己哦，想要怎么样对应就怎么样对应哦。那我们这样子查这个字典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查哦 ，BIC 0，那我们执行就会得到 Apple 哦。那如果是3的话呢，我们就 DIC 3，然后执行就会得到 dog 哦。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介绍也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好，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while回圈。那while回圈呢，是当我们在执行程式的时候，我们想要对某一段程式码不断的重复的执行哦，直到我们的判断是 false 的时候，它才停止。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判断如果是 true 的话呢，它就会一直不停的重复的执行哦。OK， 那我们直接来写好了。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变数 i， 那它的值是1好了。那我们的 while 回圈可以这样写哦 ，while 先写一个 while， 然后接着空白键，然后再写上我们的判断。假设我们的判断是 i 小于等于5，然后呢接着冒号，然后呢再来接着是写我们 while 回圈里面想要做的事情哦。假设我们想要重复做的事情是印出 i 好了 ，OK， 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哦。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while里面的程式码一样哦，要做缩排的动作 ，OK。好，那这边的这个判断呢，跟我们if那边的判断是一样的哦。只要这个 i 小于等于5，这边就会是 true， 只要是 true 的时候呢，它就会进来回圈里面哦。OK， 那假设我们回圈里面还要再多加一行是 i 等于 i 加1，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我们要先看右边 i 会先加1，那 i 本来是1嘛 ，i 先加1了之后变成2，然后再放入 i 这个变数里面，那 i 就会变成2。换句话说就是 i 多了1的意思 ，i 加了1的意思。OK， 那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写得更简洁一点哦，我们可以这么写哦。i 加等于1哦 ，i 加等于1就相当于我们刚刚写的 i 等于 i 加1，也相当于 i 加就是 i 这个变数里面的值加1的意思哦。OK， 好，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好了。我们先在外面再印出一个，这边写说回圈结束，然后我们执行看看。好。它会先印出1，然后2、3、4、5，然后再印出回圈结束。那我们这边帮大家顺一下。首先呢，程式码执行它先看到我们定义了一个 i 等于1，然后它进入了while回圈。
然后他先看这个条件有没有成立 ，i 有没有小于等于5？有嘛，因为 i 现在是1嘛，所以呢，他就会进入我们的回圈里面。他第一件事情呢，先印出 i， 那 i 现在是1，他就印出了1。然后呢，到第二行呢是说 i 加等于1，那 i 加等于我们刚刚说过了嘛，就相当于 i 加1的意思嘛，所以 i 加了1就会变成2。那变成2了之后呢，它会再回来这个上面这个判断式判断，现在 i 已经是2了，2有没有小于等于5？还是小于等于5嘛，所以我们又会进来回圈里面。那回圈里面第一件事，先印出 i， 那印出 i 现在是2嘛，所以就印出了2。然后呢，又经过这个加1，那经过加1之后呢，现在 i 变成3。那变成3之后呢，它又回到回圈的开头，然后去判断3有没有小于等于5。那还是有嘛，然后它又进入了回圈，然后第一件事情又印出了3，然后3就印出来了，然后加1变成4。然后4再回到这个开头，然后再判断4有没有小于等于5，有，再印出4，然后变成5，再判断5有没有小于等于5，有，然后再印出5，然后再加1变成6，变成6之后呢，再回到这边判断6有没有小于等于5，没有了，所以呢没有小于等于5，它就会离开这个回圈，然后呢继续执行下面程式码，那下面程式码是印出回圈结束。OK， 那就印出了回圈结束。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while回圈哦。好，那这堂课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下一堂课会对我们的while回圈做一个练习哦。那我们下堂课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猜数字的游戏哦。那这个游戏呢，可以让我们练习我们之前学的while回圈以及 if 判断句哦。好，那既然我们是一个猜数字的游戏，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谜底嘛。那这个谜底呢是一个数字。OK， 那当我们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这个游戏会跟我们要输入哦，所以呢，我们要输入数字给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接收到我们输入的数字之后呢，它会判断我们的数字是不是大于这个谜底。如果大于这个谜底的话呢，它会提示我们小一点。如果我们的数字小于这个谜底的话呢，这个游戏会提示我们大一点哦。好，那这个游戏会给我们无限次数的猜测哦，一直猜，直到我们猜对为止哦，直到我们猜到了这个谜底哦。好，那我们猜对这个谜底之后呢，这个游戏会印出恭喜你赢啦 ，OK。好，那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游戏的架构哦。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把影片暂停哦，自己想想看要怎么样做出这个游戏。我知道可能有点困难哦，不过大家试着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定要先自己先尝试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来，那再来看我是怎么做的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哦。我们刚刚说了嘛，是一个猜数字游戏，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谜底嘛。那假设我们这个谜底叫 secret none 好了，我们写一个 secret none。然后呢，我们假设谜底是77。好，那接下来呢还要再设置一个变数哦。我们这个变数呢是要存放用户输入的那个值哦，用户的猜测哦。OK， 那叫 guess。然后呢，一开始没有东西嘛，因为用户还没输入嘛，所以我们给它 none。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猜测的环节咯。因为我们会给用户一直猜测嘛，所以呢，它会无限次数的一直猜测，那我们就要一个while。那这个猜测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我们用户猜对了嘛。那换句话说，就是用户没有猜对的时候，就会一直继续嘛。那这边判断呢，就是说用户没有猜对。那用户没有猜对呢，就是 secret none 不等于他的猜测哦 guess。好，那如果他没有猜对，我们就会一直执行里面的程式嘛。那我们执行里面的程式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跟这个用户跟这个玩家，我们要跟他拿他的输入哦。所以呢，我们说请输入数字。
OK，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上面写了嘛，已经定义了，放在 guess 里面。好，那因为这个 input 是字串嘛，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转成数字。那我们这边转成整数就可以了。我们用 int 把它转成整数。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转成整数了嘛？我们拿到了用户的输入，用户的猜测。那我们现在要判断是否用户的这个玩家的这个猜测是不是大于我们的谜底。如果大于我们的谜底的话，我们就提示它小一点，或者是如果用户玩家他的猜测小于我们的谜底，那我们就提示它大一点。OK， 那再来呢？如果用户猜对了嘛，用户猜对了，我们就会跳出这个回圈嘛，因为只有用户猜错了，我们才会一直让他输入嘛，一直让他猜嘛。那如果用户猜对了，我们就不会让他继续猜了嘛。那用户猜对了，就代表会跳出这个回圈。那一跳出这个回圈呢，就代表用户猜对了哦。那我们就给他印出恭喜你赢了 ，OK。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猜数字游戏哦。OK， 那我们直接来玩玩看。他会叫我们请输入数字，那我们要先猜嘛。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随便猜，我们猜100，来做小一点。那再来请输入数字，他已经提示我们小一点了嘛。那我们假设直接砍半好了，猜50。来做大一点，那我们再砍半75，还是大一点，那就是75到100了嘛。那我们就80好了。小一点 ，OK， 现在是75到80嘛。假设我们猜77，因为77已经等于我们的谜底了，所以呢，他就跟我们说恭喜你赢了。OK， 那希望大家这边都有做对。那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呢，自己暂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刚刚说的，顺一下自己的逻辑。OK， 那顺好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再进阶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游戏太简单了嘛，我们给人家无限次数的猜测，他想猜几次就猜几次，这样这游戏太没挑战性了嘛。我们要再给这个游戏多加一个限制，我们要限制它只能被猜测3次哦。如果猜测3次超过的话呢，我们也算他输了这个游戏。就是说这个游戏只能被猜测3次哦。OK， 那要怎么做到这个点呢？那一样，如果你已经完成我们这一部分的人呢，可以先暂停这个影片哦，想一下要怎么做，自己先试试看。我们要加一个限制，这游戏只能被猜3次，如果猜超过3次也算是输。OK， 那如果输了，我们就要印出说你输了。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那我们现在多一个判断嘛，我们是要判断说他是否有猜测超过3次嘛。那我们要多几个变数来存放一些资讯。假设第一个变数叫 guess count， 那这个变数呢，储存的是我们现在的玩家呢，他猜测到第几次哦。那一开始是0嘛，那再来呢，假设有个变数叫 guess limit。那 guess limit 这个变数呢，存放的是我们最多能猜几次哦，3次。那再来还有一个变数是，假设叫 out of limit。那这个变数呢是一个布林值哦，它存放的是这个玩家是否有猜测超过3次哦。好，那一开始没有嘛，所以是 false。那再来呢，我们的while判断哦，也要做一个更改哦。一开始呢，我们这边本来是写说，只要 secret none 跟我们的猜测的数字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没有猜中的话呢，我们就让他继续猜嘛。那现在除了这个判断以外，我们还要再多一个判断哦。所以呢，现在就会变成说，这个玩家没有猜中谜底外，且就是 and 且没有猜测超过3次嘛。
那且没有猜测超过3次呢，我们可以这样写 not out of limit， 因为我们刚刚说 out of limit 是存放是否有猜测超过3次嘛，那没有猜测超过3次呢，就是加一个否定，变成 not 没有。OK， 那假设两边的这2个条件都成立的话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回圈，让这个玩家看可不可以继续猜测嘛。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把 guessCount 先把它加1哦。我们一进来，我们先把它加1，所以写加等于1。本来是0的嘛，一开始原先是0，那我们一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加1，就变成1了。那变成1之后呢，我们要来判断是否 guessCount 有小于等于 guessLimit。如果成立的话呢，表示它还没有超过猜测的次数，所以我们就让它执行我们的猜测的动作的程式码。那反之呢就是超过了嘛，那超过了就 else， 我们把 out of limit 把它变成 true。OK， 那把它变成 true，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while判断的时候，这边呢就会是 false， 那这边是 false 的话呢，这个while判断就不成立，那不成立它就会跳出这个回圈。那跳出这个回圈呢，我们会有2个状况嘛。第一个状况是我们赢了这个游戏嘛，那第二个状况是输了嘛。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 ，if out of limit， 如果 out of limit 的话，我们就印出抱歉你输了，因为 out of limit 本身是是否超过3次嘛。抱歉你输了。那反之，否则 else， 我们就印出嘿恭喜你赢了。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程式码哦。那这个部分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哦，没关系，如果还是不懂的话，可以多听几次，那自己多想想看。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玩哦。我们把这边清理一下，我们直接开始玩。他说请输入数字，那假设我们开始猜100，小一点我们猜50，大一点我们猜75。这边他就说抱歉你输了，因为我们已经猜3次了嘛，我们没有办法再猜第4次了，所以就输了。那我们一样清理一下，那我们再玩一次，请输入数字我们猜100，小一点我们猜50，大一点我们猜77。他就说恭喜你赢咯，因为我们猜的次数还在3次以内嘛，我们在第3次就猜中了。 OK，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猜数字游戏哦。那因为这个部分还算是有点复杂，那我这边再帮大家再顺一次程式哦。我们程式由上而下执行嘛，那我们一开始先设置了这个谜底是77，那再来呢，这个 guess 这个变数呢存放的是玩家他猜测的值哦。那 guessCount 这个变数呢存放的是玩家现在猜测到第几次了。guessLimit 呢是判断guessLimit 呢存放的是我们最多能猜几次。那 out of limit 呢这个变数是一个布林值，它是拿来判断我们的猜测次数是否有超过3次。那我们的判断呢while判断哦，判断它能不能继续猜，有2个条件哦，都要符合才能继续猜。第一个条件是他没有猜对嘛，那第二个条件是他不能猜超过3次嘛。 OK， 他没有猜对是这个，他不能猜超过3次是这个。 OK， 那进入回圈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先把我们猜测的次数加1，那加1的之后呢，我们判断猜测次数是不是还是小于等于我们的最大猜测数。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让这个玩家再猜一次。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反之我们就是把 out of limit 变成 true。那变成 true 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上面的while判断，这一串就不会成立了，因为我们的后面这个 not out of limit 就会变成 false。
那变成 false 之后，我们会跳出回圈嘛？那跳出回圈是有2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赢了，第二种状况是输了。那输了的话呢，我们的 out of limit 就会是 true。那赢的话呢，我们的 out of limit 就会是 false。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判断哦。if out of limit 我们就印出抱歉你输了，那反之就是你赢了。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哦。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种回圈，叫做 for 回圈。那既然是回圈，它一样哦，是帮我们重复的执行一段程式嘛。好，那我们接着直接来看 for 回圈的架构，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先写一个 for， 后面接着一个变数。那这个变数呢，跟我们以前教的一样，命名的规则呢也是一样。然后呢 in 后面接着字串或是列表，然后冒号，然后呢我们回圈里面要重复执行的程式码呢，前面一样要做缩排。好，那这个回圈是怎么样执行的呢？假设我们 in 后面是字串，那它会把我们字串里面的值切成一个一个的字元，然后再一一的放入变数里面，然后呢再重复的去执行我们回圈里面的程式码。那如果是列表的话呢，它会把我们列表里面的值一样一一的放入变数里面，然后一样重复的执行回圈里面的程式码。好，那这样听还是很模糊嘛，我们直接举例子哦。for 那先拿 in 后面是字串来当例子，那我们变数假设叫 later， 然后呢字串假设是小白你好，那我们印出 later。好，那这一段 for 回圈是怎么样执行的呢？它会先把我们的小这个字放入 later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跑一次回圈里面的程式码，接着呢把白放入 later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接着再跑一次我们回圈的程式码，后面一样，你放进去跑一次，好，放进去跑一次，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它印出了小白你好。因为小先放进去嘛，然后里面是印出 later， 那就是印出小，接着白放进去印出白，你放进去印出你，好，放进去印出好。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回圈哦，它会跑几次就取决于我们的字串的长度是多少，这边字串长度是4嘛，那就会跑了4次，个别印出小、白、你、好 OK。那假设我们今天后面 in 后面是列表好了，我们可以这么写哦，变数，那一开始我们这变数假设叫 none， 然后呢我们的列表假设是0、1、2、3、4，好，那我们一样印出 none。 OK， 那这个回圈会怎么运作呢？它会先把0放入 none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跑一次回圈，接着1放入变数里面，跑一次回圈，后面一样2放进去跑一次，3放进去跑一次，4放进去跑一次。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它就印出了0、1、2、3、4哦。因为0放进去嘛，那跑一次回圈，那回圈是印出 none， 就会印出0， 1放进去印出1， 2放进去印出2，然后3、4都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一样，它会跑几次回圈呢？就取决于我们列表的长度哦。这边列表长度是5，所以跑了5次，个别印出0、1、2、3、4。好，那接着要介绍一个跟我们 for 回圈很常搭配的一个函式哦，一个方法叫做 range。我们可以这样写 range， 那 range 5。这边的 range 5就相当于这个列表0、1、2、3、4，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哦。果然它就印出了0、1、2、3、4。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跑100次回圈，我们是不是要写原本是要写0、1、2、3、4、5、6，然后一直写到99嘛？这样0到99它才会跑100次嘛。
那如果我们今天有了 range 之后，我们不用这么麻烦哦，我们直接写 range 100就可以了，这样就相当于上面的0到99的这个列表，我们执行一次，果然它帮我们从0印到了99，就是相当于进入这个回圈跑了100次哦。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表示的是2、3、4、5、6，我们想要表示的是这个列表好了，我们可以这样写 range 2.7。那 range 2.7呢，这个就相当于2、3、4、5、6这一个列表哦，这个7并不会包含在里面。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它印出了2、3、4、5、6。好，那这个是 range 这个方法很好用 ，OK。那接着我们要做练习了哦，这边给大家练习一下。那假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函式，那这个函式的功能跟我们以前介绍的一个函式一样 ，POW 这个次方的函式，还记得吗？如果我们里面写2、5，就相当于2的5次方嘛，我们把它印出来看看。好，执行。2的5次方是32，那如果2的6次方呢？执行是64哦。好，那我们今天要练习的呢，就是我们要练习做出这个函式。那我们的函式，假设我们叫它 POWER， 然后一样，我们需要传入2个参数哦。那分别是我们的基数以及几次方。那回传一样，我们要回传次方之后的结果回传回来。好，那这边给大家一个提示哦，为什么这个次方这个函式哦，会跟我们的回圈的练习有关系呢？因为这边哦，我们2的6次方就相当于2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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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4、5、6，就相当于2乘以2，就相当于这个嘛。那这边大家应该有感觉嘛，就等于我们回圈里面要跑这样子嘛。跑了5个层嘛，1个、2个、3个、4个、5个，就相当于跑了5次回圈的意思嘛。OK， 好，那这边大家影片可以暂停了哦，试着自己看看有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函式。那我们的函式名字叫做 Power。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我们刚刚说函式名字叫 Power 嘛，那我们要定义一个函式。那这个 power 有2个参数，分别是基数跟我们的要几次方嘛。那假设叫 base num。那第2个参数呢，几次方叫 power num。然后我们这边要一个 result 来记录我们的回传，我们的次方之后的结果 result result， 然后先等于 base num。然后呢，接着我们要跑一个 for 回圈，看它是几次方嘛 ，index， 然后呢，我们来一个 range， num 减1 ，OK， 然后呢，我们做 result 等于 result 乘 base num，OK。然后我们最后回传 result， 好，我们直接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次方的函式哦。那我们直接来看看我们答案结果有没有对，来呼叫看看 power。那假设2的5次方，我们写25，那我们执行一次。我们没有印出来，我想说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要把它印出来。好，我们执行一次，果然得到32。那如果是2的6次方呢？64。那如果4的2次方呢？执行一次，果然是16。好，那希望这边大家有写对哦。那你的写法不一定要完全跟我一样哦。只要答案出来是对的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边一样帮大家顺一下哦，为什么我这样子写哦？我们刚刚说嘛，我们先定义一个叫做 power 这个函式。
那要传入2个参数嘛，那我把它命名为 base num 跟 power num。那 base num 呢是基数，那 power num 是我们要几次方哦。那我们先拿一个 result， 然后把它，因为我们 result 最后是当成结果要回传的，那我们先把这个 base num 放到 result 里面，然后呢，我们下面要跑回圈哦。假设是2的5次方好了，我们就要在这个回圈里面跑4次，因为我们这边做 power num 减1嘛，如果是2的5次方，它会传5嘛，那5减1就是4，那 range 4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for 回圈会跑4次。那为什么是4次呢？我们刚刚说是拿2的5次方当举例嘛，2的5次方是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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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它乘了4次嘛，1个乘2个乘3个乘4个乘，就等于2乘了4次嘛。那我们这边 base num 已经把它放到 result 里面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已经有2了嘛。然后呢，我们这个回圈就会跑4次。第一次跑的时候呢 ，result 是2，那 base num 也是2，所以呢就跑了乘2。那我们这个回圈会跑4次，这是第一次嘛。然后第2次再乘2，第3次再乘2，第4次再乘2，所以就等于2乘2乘2。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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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哦，就等于2的5次方。然后呢，最后再回传。好，那如果这边你想要写这样子也是可以啦 ，base num 等于1，然后 range 这边就不写哦，你就不减1哦，这样子结果也是一样的哦。我们来执行看看，还是16。那2的5次方呢？执行一次。还是32。那这边这样子写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一开始是1嘛，那我们跑了回圈5次，那就是拿2的5次方当例子，就会是1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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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是这样子哦，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们介绍了什么是 for 回圈，然后也让大家练习了一下这个 for 回圈的应用哦。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2维列表以及草状回圈。好，我们都知道列表它是一个可以存放很多资料的一种资料形态嘛。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列表叫 nums， 然后呢里面存的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呢，是一个里面存放了5个数字、5个资料的一个列表嘛。那我们称这样子的列表是一个1维的列表，包括我们之前在课堂上提到的每个列表都是1维列表。那怎么样可以表示一个2维的列表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列表本身也是一种资料，所以呢，假设我们今天在一个列表里面又放了一个列表，这样子呢就是一个2维列表的意思哦。我们在列表里面又放了列表，那当然可以不止放一个。我们在一个列表里面放了1个、2个、3个、4个，又放了4个列表，这样子呢也是一个2维列表的意思哦。好，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写的话，这样表示的话，比较难看出是一个2维列表，比较没有感觉。我们可以这样子写，把它写得更有感觉一点哦。好，那如果我们把它这样子分开，是不是看起来更有2维2D 的感觉？因为这边看起来像是一个平面嘛。好，那这个里面呢有1行、2行、3行、4行嘛，然后有1列、2列、3列嘛，有4行3列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称这个列表是一个4行3列的2维列表。好，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取值的话怎么办呢？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取得这个2维列表里面的0这个值好了，那0这个值它在第1行，然后第1列嘛，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做 nums
2对中括号。那第一对中括号呢，表示的是它在第几行；第二对中括号呢，表示的是它在第几列。那我们刚刚说以0当例子嘛，它在第一行，然后第一列嘛，所以呢就是00的意思。Python 是从0开始算，大家要记得。好，那我们把它印出来。好，就得到了0。那如果是5呢？如果我们想要取得5这个数字的话呢，那它在第一行、第二行，然后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嘛，所以呢是第二行第三列，就可以用1、2来表示。我们执行一次，好，就得到5。那如果是9呢？9它在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然后第一列嘛，第四行第一列，你可以用30来表示。好，就印出了9。那我们现在都已经了解了要怎么样表示一个二维的列表，以及要怎么样取得二维列表里面的值。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印出这个二维列表里面的每一个值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槽状回圈用一个槽状回圈。那我们今天用一个槽状的 for 回圈，可以这样写 for， 然后假设第一个变数叫 row。OK， 然后回圈里面又写了一个回圈。好，我先写完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OK， 这样子就是一个槽状回圈的意思。那所谓的槽状回圈呢，就是回圈里面又包了回圈。好，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2个单字好了。第一个单字是 row， 它是行的意思。第二个单字是 column， 那我们通常缩写为 col。好 ，column column 是列的意思。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变数命名就是用行跟列那这边我们第一层的回圈呢，是先把我们 nonce 里面的值放入 row 这个变数嘛。那 nonce 里面的值分别是这个列表、这个列表，还有这个列表跟这个列表嘛，就是这4个列表嘛。那这4个列表呢，就分别表示4行的意思嘛。所以呢，我们就是把4行个别的放入 row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呢，再进入第二层的回圈。那第二层的回圈呢，是把我们的行，假设现在是第一行好了，它会把我们第一行里面的值呢，就是0、1、2，再个别的放入 col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去把它印出来。那这边的动作呢，就相当于我们把行里面的列给取出来，然后个别的去对它做动作。那我们这边的动作是印出列。OK， 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它就从0印到9嘛。好，那我们这边一样帮大家再顺一次。我们说 row 这个是行的意思，那 column 是列的意思。好，那这边我们定义了一个二维的列表，然后呢，我们打算把这个二维列表把它每一个值都印出来。那我们必须用一个二维的这个槽状回圈，然后呢，我们第一层回圈呢是先把 nonce 里面的值放到 row 里面，因为 nonce 里面的值放到 row 里面呢，就相当于我们把每一行放入 row 里面，然后呢进入第二层回圈。那第二层回圈呢是把我们每一行里面的值呢再拆成每一列，然后把它印出来。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先把第一行放进去，然后呢第二层回圈呢是把第一行里面的每一列，就是第一行里面的每一个值给印出来。所以呢第一行会印出0、1、2，然后第二行印出3、4、5，然后以此类推印到9。 OK， 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二维的嘛，二维的列表。那假设
今天我们想要表示的是3维呢，甚至是4维、5维、更多维，怎么办呢？很简单哦，我们现在2维是列表里面又包了一层列表嘛。那如果我们想要表示3维，就是再包一层列表哦。OK， 这边就会有3个中括号，1个、2个、3个，这样子3层哦，3层就是3维列表。那如果是4维呢？4维就是再包一层哦，这样子就是4维，以此类推，你想要几维就包几个列表哦。那取值的部分呢？我们刚刚说，我们2维的取值是2个中括号，2对中括号嘛。那如果3维呢，很简单，就再加1对中括号。那4维呢，再加1对，5维呢，再加，一路加下去哦。OK，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教了大家什么是2维列表，以及2维列表的取值，还有槽状回圈的概念。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档案读取以及写入。好，今天我们想要对一个档案进行读取或是写入，我们首先呢就要把这个档案给开启。那在 Python 里开启档案的方法呢是这样，我们写一个 open， 然后里面呢传入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要开启档案的路径。第二个参数呢是一个 mode， 后面加上开启的模式哦。好，那档案路径呢有分成2种，第一种是绝对路径，第二种是相对路径。那我们这上面的档案路径呢，我们要写哪一种都是可以的哦。那所谓的绝对路径呢，我们拿这个 Python， 然后里面的123这个档案当例子好了。那我们看它的内容。好，然后我们来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开启的是这个123.txt， 那它的绝对路径是什么呢？它的绝对路径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位置哦，它的位置在 C 槽 users， 然后 user 的名字 desktop Python。那我们它的绝对路径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哦 ，C 槽 users， 那 user 的名字 desktop Python， 然后最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要开启的档案的名称哦，它是123.txt。好，那这边大家要注意一点哦，我们这边上面的这个斜线呢，跟我们上面写的哦都是相反的哦。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复制贴上呢，这个斜线要做反过来哦，不然会出现错误哦，我们执行的话会发生错误。好，那如果我们想要开启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写，把这一串绝对路径呢直接写在这里，这样子就可以开启我们刚刚那个档案。那如果是相对路径呢，那相对路径它是以我们程式的位置哦去做延伸。假设我们今天只写123.txt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一支file.py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说它是以程式的位置做延伸嘛，那这支程式呢是 file.py， 那这支程式在的位置呢在 Python 资料夹里面这个 file， 它是这支程式，那这支程式在的位置呢是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假设我们今天上面只写123.txt，那 Python 就会知道我们写的不是绝对路径，是相对路径。那相对路径呢，是以程式的位置去做延伸。那我们这一支 file.py 这支程式呢，它在的位置是 C 槽 users， 然后 user 的名字 desktop Python。所以呢，什么意思？我们如果只写123.txt， 就相当于把这一串位置复制上去，然后呢，把这个斜线改一下，要反过来。如果我们只写123.txt 呢，就相当于它会帮我们在前面加上这一串哦，因为我们说了它是以程式的位置去做延伸。OK， 所以呢，我们写123.txt 就等于开启了我们刚刚这个 123.txt 这个档案哦。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想开启它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也可以这样子写哦。
好，那我们把它改回来。好，那再来进入开启的模式这个参数哦。开启的模式呢，我们下面也列了几种。第一种呢，假设我们开启这个档案，我们想要对它做读取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用 R 模式。R 模式呢就写 mode， 然后等于，然后 R 等于这个双引号，然后 R 双引号。OK，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做复写呢，我们开启这个档案之后呢，我们想要复写里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用 W 模式。那所谓的复写就是它会直接盖过去我们原先里面的内容哦，会直接盖掉，盖成我们新写的东西。好，那假设我们今天只是想要在原先的资料后面再加上一些东西的话呢，我们可以用 A 模式，它就不会盖过我们原先的资料咯。好，那我们这边讲了一大堆，还是不飒飒嘛，还是搞不懂在说什么。那我们直接举例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开启 123.txt 这个档案，然后呢，我们想要对这个档案里面的资料呢做读取的动作，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先开启这个档案嘛。那我们刚刚说开启档案的方法是 open， 然后呢，第一个是档案的路径。那我们这边用相对路径来当例子，那我们就直接写 123.txt。因为我们的这个 file.py 这支档案呢，它的位置跟 123.txt 它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写。好，那再来呢，第二个参数我们要传入我们的开启的模式嘛 ，mode。那我们刚刚说我们想要做读取的动作，所以开启的模式就是 R。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成功了开启了我们的这个 123.txt 这支档案哦。那开启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 file 这个变数里面。好，那接着呢，开启了之后，我们想要对档案做读取嘛，那我们可以怎么读取呢？我们写 file， 然后最后呢，我们加上点 read， 点 read 这个方法呢，就是直接读取我们里面全部的内容哦。读取完之后呢，我们把它印出来。好，我们执行。果然它就印出了我们里面所有的内容哦，7778、79到82，对。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告诉大家哦。当我们开启一个档案之后呢，我们做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了嘛？我们做完了，我们想要读嘛？做完了之后呢，我们要记得哦，把这个档案给关起来。那关起来呢，是用 close 这个方法，然后一个小括号。这样呢，我们这样子做，它才不会占用我们电脑的资源。因为如果我们开启了档案，然后不关掉的话呢，它会占用我们电脑的资源哦。就像我们今天假设玩的游戏 A， 那我们游戏 A 玩完之后呢，我们也不关掉，我们就放在那边，然后就继续去玩游戏 B。那当然的嘛，因为我们游戏 A 还放在那边，所以它就会占用我们电脑的资源嘛。那相对来说，我们电脑的效能可能就会降低哦。好。那我们这边 read 这个动作是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读出来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想要读的是第一行呢，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写 read line。read line 这个方法呢，就是只读一行哦。那我们执行看看，果然它就只读一行。那如果我们想读两行呢，我们可以 read line 之后再 read line 执行。它就印出7778，那以此类推哦，我们想读几行就 read line 几次。但是这样子呢，有点麻烦嘛。如果我们想要把全部的每一行呢都一行一行读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写哦。我们可以用一个 for 回圈，然后呢，我们假设这个变数叫 line， 然后 in file， 然后我们把它印出来，印出 line。我们这样子写呢，它就会把我们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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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料哦，个别的放入 line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去跑我们的回圈哦。所以呢，这样就会直接执行哦，它就会印出77、78、79、88、182嘛，所以是一样的。它可以帮我们直接读出每一行，一行一行的读出来。
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readlines，readlines 多加一个 s。readlines 呢是把我们每一行的资料放到一个列表里面。好，我们执行看看。它就把我们每一行的资料都放到列表里面，77、78、79、80、81、82。那这个换行呢是这个斜线 n 呢是换行的意思，因为我们有做换行的动作嘛，换行就相当于后面加一个斜线 n。好，所以呢它会印出77斜线 n、78斜线 n， 直到最后一个82，因为我们82没有做换行的动作。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完读取了嘛？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复写的话呢，我们就用 W 模式。那 W 模式我们就不能 read line 了因为我们今天就不能读了嘛。我们今天就是写的模式了。那写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写，file 点 write。那 write 呢就是写入的模式，就是写好，那我们要写的东西呢，我们直接写在这个小括号里面。假设我们今天要复写的内容是 hello， 我们就直接写 hello， 然后执行。它执行完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先关掉，再开起来。它就变成 hello 了。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复写成 hi， 我们再执行一次。那我们回来看，它就变成 hi 了。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的是在原先的资料后面再写东西的话，我们就用 A 模式嘛。我们试试看 A。那假设我们想要在这个 hi 后面再加上 Mr. White 好了，我们就空白键 Mr. White， 我们执行看看。好，成功。它就出现了 Hi Mr. White。好，那假设我们想要换行之后，然后再加上你好，我们想要换行之后，在这边再加上你好，我们试试看。好，成功。奇怪，为什么我们的你好变成一串乱码呢？好，我们先把它删掉。会变成那一串乱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原本开启这个档案，它的编码方式并不支援中文，所以呢，我们就要传入第三个参数。第三个参数呢，是我们编码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写 encoding 等于。好，那我们这边可以写 UTF-8 UTF-8 呢，它就支援了我们的UTF-8 它就支援了我们的中文UTF-8。好，我们再执行一次，再回来看，我们的你好就不是乱码咯，因为我们的 UTF-8 这个编码方式它就支援了中文。好，接下来呢，我们每次开启档案就要做关闭嘛，对不对？每次开启，每次要做关闭，是不是很麻烦？那我们也有可能会忘记关嘛。那这边介绍大家一个写法就可以不用每次都在那边做关闭。那它是 with， 然后呢后面接着我们这一串，我们的开启档案，然后 as file。这一段呢，就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这一段就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这一段，它会开启档案之后呢，放到 file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呢，我们想要开启档案之后想要做的事情呢，写在这个 with 里面写在 with 里面一样做缩排。那假设我们今天开启档案之后呢，我们是要写换一行之后呢，写哈哈。OK， 这样子就完成了，就相当于我们上面写的这一串它不需要做 close 的动作，因为呢，只要出了 with，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做 close。好，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执行，好，成功，它就多了哈哈。那假设我们想要再多一行是你好啊，执行，好，那就多了你好啊。
好，推荐大家这个写法哦，可以省去我们的 close。好，那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档案的读取、写入。那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模组，英文是 module，module。好，其实模组呢就是 Python 的一个档案哦。那这个档案呢，可以给我们其他 Python 的程式去做引入。那引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模组里面的变数或是函式哦。好，那我们直接举个例子，假设我们这里有个 tool.py 的 Python 档案，然后里面有2个变数，一个函式。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 Python 的档案当成一个模组来使用。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在 module.py 这个档案，这个 Python 的程式里面引入 tool 这个模组，也就是 tool.py 这个档案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写 import import， 然后后面加上我们要引入的模组的名称，那也就是这个档案的名称。tool， 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不需要点 py 我们不需要附档名，我们就写 tool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边这样子就引入了 tool 这个模组。那引入了模组之后，我们想要使用里面的变数或是函式嘛，对不对？那要怎么样使用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写 tool， 就是我们引入的模组的名称，加上一个点。再加上我们模组里面的我们要用的那个变数的名称或是函式的名称哦。那假设我这边要用的是 name 这个变数，我就写 tool.name， 然后把它印出来。好，就得到了小白，因为这边的 name 是小白嘛。那如果我们要用 age 的话呢，一样，我们就 tool.age 得到87。那如果我们要用的是模组里面的函式呢，一样 maxNum 我们就 tool.maxNum。那这个函式要传入3个数字嘛，然后它会回传最大的那一个给我们2388。好，果然它就回传了最大的88给我们哦。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组的引入。就是用 import 这个方法。那如果我们想要对模组里面的变数或是函式做使用的话呢，我们只要写模组的名称，加上一个点，再加上这个变数的名称跟模组跟这个函式的名称就可以了哦。好，那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刚提到的这个是自己写的模组嘛，我们自己写的。那其实呢 Python 它有很多内建的模组哦。好，那我们这边上网查了一下，我们查 Python module list，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documentation Python module index， 我们直接把它点进去。那这边呢是我们 Python 的版本我们是 3.9.1， 那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列出来的一大堆呢，就是我们 Python 内建的模组有非常非常的多，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看一下，有些非常好用。好，那假设我们随便点一个 token 点进去看一下，那它里面呢就会介绍这个模组在干什么以及怎么使用OK， 非常多。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引入 token 这个模组的话，这个内建的模组一样，我们就写 import。然后 token token 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想要使用 token 里面的这个模组里面的变数或是函式的话，一样我们就要写 token， 然后加一个点 ，OK， 然后再加上函式的名称或是变数的名称就可以了。那它这边都给我们提示OK。好，那我这里就不做示范了。那我们刚刚提到嘛，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模组呢，其实就是一个这个.py 的档案嘛。那我们刚刚的 tool 这边就有一个 tool.py 的档案嘛。
那我们的 token 这个内建模组的 token.py 的档案在哪里呢？好，那如果我们想要找到这个内建模组的位置哦，它在哪里？我们可以先引入另外一个内建模组，叫做 sys。好，那我们直接印出 sys 点 pass 哦。OK， 好，我们直接执行，它呢会直接印出一个列表。那这个列表呢，里面有非常多的路径哦。那这些路径呢，其实就是我们 Python 这个引入模组的地方哦。假设我们今天写了一个 import tool 那我们执行了，那 Python 呢，它就会去这些路径里面呢，一个一个找，看有没有 tool.py 这个档案。那假设我们今天 import 了 token 一样，我们执行了。Python 就会去我们这下面的路径一个一个找，看有没有 token.py 这个档案。好，那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径，最后是点 .lib 的这个路径哦。这个路径呢，就是存放我们 Python 内建模组的地方哦。那因为每个人的电脑的路径都不太一样哦，那这边大家找一下，这个最后是 lib。结尾的这个路径。好，那我们打开它，就会看到这里面呢，就会存放了很多内建的模组，看到非常多 Python 的档案嘛，非常多漏等。好，那我们想要找到这个 token.py 嘛，我们找找看有没有 token.py， 就找到了，在这里嘛。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的模组的档案哦。好，那我们现在已经介绍了两种嘛。第一种呢是我们自己写的模组，第二种呢是内建的模组。这边漏等非常长的内建模组。那还有第三种哦，第三种呢是第三方的模组。第三方的模组呢，我们就要先去下载哦。因为它并不是我们自己写的，也不是内建的，所以我们要用它之前呢，我们要先下载它。那要怎么样下载它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pip 这个套件管理工具。好，那大家也不用紧张哦，因为 pip 这个套件管理工具呢，在我们下载 Python 的时候，它就已经也帮我们下载好了哦。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下载一个第三方套件，叫做 NumPy 好了，那我们直接搜寻 NumPy NUMPY。好，那大家这边可以看到 NumPy 是一个 Python 语言的一个扩充程式库，就是模组的意思。好，那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模组哦，我们直接点进来。然后呢，直接点 install， 点安装，那它这边就会教你怎么样安装。OK， 我们可以看到有 PIP 的安装，然后它下面就会告诉你，我们如果想要安装，我们就直接打上这个指令就可以了。PIP install NumPy， 好，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到我们里面来，然后在这个 terminal 呢，这个里面在下面这边直接输入。pip install NumPy， 然后呢直接执行，它就会开始帮我们安装这个第三方的模组咯，非常方便。好，等它一下。好，它这样子就安装完了。那它安装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直接 import。我们刚下载的是 NumPy 嘛 ，import NumPy。那一样，如果我们想要使用这个 NumPy 里面的函式或是变数的话呢，我们就 NumPy 点。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一样，它就会提示我们有非常多好用的函式可以使用哦。好，那再来呢，假设我们觉得 NUMPY 这样子的名字太长或是不好记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改名哦。
我们只要在后面加上 as， 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改的名字哦，假设叫 np 好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 numpy 改成 np 咯。那我们在下面如果想要使用这个模组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写 np 点就可以了，我们就不用写 numpy 点了。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堂课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哦。我们介绍了模组 module 的使用，还有呢，如果我们想要去使用第三方的套件、第三方的模组哦，我们就可以使用 pip 去下载，然后呢再引入。好，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类别 class 以及物件 object 的概念哦。好，首先请大家先回想一下我们之前介绍过哪些资料形态哦。我们是不是先介绍了最基本的3种嘛？分别是数字、字串以及布林值。然后我们又以这基本的3种去做延伸，我们介绍了列表、元组跟字典嘛。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上述提到的那些资料形态是没有办法去表达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的东西的哦。我们拿一个人当例子好了，大家觉得一个人有办法用一个数字来表达吗？又或是一个人有办法用一个字串或是一个布林值来表达吗？不太可能嘛，因为一个人有太多的资讯了嘛。一个人有他的人种，有他的肤色，有他的身高，有他的年纪，有他的职业等等等，太多的资讯了。我们并没有办法用一个单单的资料来表达一个人哦。那再举例，假设一台手机，我们也没有办法用一个数字或字串，又或是布林值来表达嘛。因为一个手机它有它的型号，有它的号码，有它的作业系统，有它是不是防水等等等，太多的资讯了。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单单的资料来表达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Python 哦，它提供了一个 class 类别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自己的资料形态。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定义一个手机好了，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哦。好，大家看我写一下 class， 我先写一下，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哦。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就成功的定义了一个自己的资料形态哦，它叫做 phone。那定义的方法呢是这样，我们先写一个 class， 然后后面加上我们要定义的资料形态，它叫什么名字。那这 class 里面呢，我们要写一个初始的函式，这个函式的名字是2个底线 init 再加上2个底线，然后传入第一个参数呢是 self self。那后面传入的参数呢，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资料形态它需要的资讯哦。以我们的 phone 手机当例子哦，它需要3个资讯，分别呢是手机的作业系统，还有手机的型号，还有手机是否防水。那这个 self 还有里面为什么是这样子写哦，我稍后再跟大家做解释哦。那这个 init 函式呢，就是当我们在创建我们的手机的时候，我们需要传入的参数哦，我们需要提供这3个资讯，我们才能创建这个手机哦。好，那我们上面已经定义了手机这个资料形态嘛，我们下面就可以做创建了。那创建的方法是这样，我们写 phone， 这个 phone 呢就是我们这个资料形态的名字哦。然后呢，我们要传入3个参数，分别是作业系统，还有这个型号，还有是否防水。那作业系统假设是 iOS， 那型号假设是123，是否防水假设是 true。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手机这个资料存到一个变数里面 phone1。OK， 那我们这样子呢，就成功的创建了一个手机这样子的资料。那我们也称这个手机哦是一个物件，是一个 object 哦。好，那至于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
这个初始函是 init 哦，这个命名一定要是这样子哦，因为它一定要是这样子命名 ，Python 才会认出来它是一个初始的函式。那我们这边传入的这个参数呢，才有办法成功的传进来哦。那至于这个 self 是什么呢 ？self 哦，它是这个物件的本身，就是这个 object 的本身哦。那 self 点 os 等于 os 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物件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os， 那它的值呢等于我们传入的 os 的值哦。那 self 点 number 等于 number 呢，一样，我们的物件本身呢有一个属性叫做 number。那它的值呢，等于我们传入的 number 的值哦。那下面的这个防水 waterproof 也是一样哦。那这个 class 到底是什么呢 ？class 哦，它只是一个模板而已，它只是一个告诉我们创建手机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讯的一个模板而已哦。那我们的这个手机的本身哦，是这个物件，就是这个 self。好，那这边大家可能还是听得不是很清楚哦。那我再打一个比喻，这边的创建一个 phone iOS 123 True， 就相当于呢，我打电话给做手机的工厂老板，我跟他说我需要做一台手机，那这台手机的作业系统是 iOS， 那它的型号是123，然后它要有防水功能。那这个老板在接到我们的订单，知道我们的需求之后呢，他就开始做我们的手机了嘛。那他是怎么样接到我们的订单的呢？他是从 init 这个函式接到我们的订单的。那我们的需求呢，就写在这里，我们的作业系统，我们的型号，我们要的是不是防水？那这个 self 点 os 等于 os 呢，就相当于哦，我们这个老板呢，他知道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作业系统是 iOS 之后呢，他就把它灌到实体的手机里面。那这个就等于呢，实体的物件它有一个属性是叫做 os， 那它的值呢是我们传入的这个 iOS 哦。那这个老板知道我们的需求，知道我们的型号之后呢，他就把它加到实体的手机上面。那就相当于呢，这个物件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number， 那它的值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型号123。那这个老板呢，他知道我们想要的是有防水的手机之后呢，他就把它加到实体的手机上面。那这边呢，就相当于这个物件它有一个属性是 is waterproof， 那它的值呢就是等于防水。好。那这样子呢，就成功的创建了一台手机哦。那这个 class 呢，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哦，它只是一个模板而已，它只是告诉我们在创建一台手机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讯哦。OK， 那我们这边已经创建了一台手机嘛，它叫 Phone One， 它是一个物件。那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物件里面的属性呢？也就是这个 OS 这个 number。还有这个 is waterproof，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哦，我们写 phone one， 然后加上点，这个点呢就是取得里面属性的意思哦。那假设我们要取得它的作业系统，我们就点 os， 然后把它印出来，执行，就得到 iOS。那假设我们要取得的是这个手机的型号，那我们就点 number。就得到123这个型号。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是否防水，也是一样的哦。那我们上面已经创建了一台手机嘛，我们当然可以创建第二台哦。我们想创建几台就创建几台哦。那假设第二台叫 Phone 2， 然后呢，它的作业系统是 Android， 然后呢，它的型号是456，那它没有防水。OK， 那我们这样子呢，就创建了第二台手机。那假设我们想要得到第二台手机的属性呢，一样，我们就 Phone 2点。那假设我们想要得到它的作业系统，我们一样点 OS 执行，好，就得到 Android。
上面这个是手机的型号哦，上面这个是 Phone 1的手机型号，那下面这个 Android 呢是 Phone 2的作业系统哦。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啦。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类别还有物件的概念哦，这部分可能比较困难一点。那大家如果听懂的话，可以暂停下来多听几次，多想一想哦。那我们下一堂课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问答程式哦。那这个问答程式呢，会让我们练习到之前所学的东西哦。好，那既然是问答程式嘛，我们就要有问题嘛。那这边我准备了3个问题，然后把这3个问题呢存在一个列表 test 里面哦。好，那我们先看看，我们先印出来看看我们的问题它的格式长什么样子哦。那我们先看第一题，它的格式是这样子，它先问我们一个问题，然后下面列出了3个选项哦。那如果我今天是受测者的话呢，我就要回答 A 或 B 或 C 哦。那其实呢，我们这边哦，每一个问题哦，它都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问题的描述本身。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哦。每一个问题呢，都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问题的描述本身，第二个部分是问题的答案哦。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问题呢，都有2个资讯。第一个资讯呢，是我们问题的描述本身，第二个资讯呢，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哦。那既然一个问题有2个资讯，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哦。好，那我们这边把它定义在另外一个档案里面 question.py uues 哦，没拼错。好，那我们在这边定义我们新的资料形态叫做 question， 然后呢，初始函式。那我们刚刚说了嘛，这个 question 这个资料形态呢，它会有2个属性，也就是我们的2个资讯嘛。第一个呢是问题的描述，那我们叫它 description。descrip 好，没拼错。那第二个属性呢，也就是第2个资讯呢，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嘛，那叫它 answer。然后再把我们实体的属性 description， 然后呢赋予给它。下面也是一样，实体的属性 answer 赋予给它。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就成功的定义了一个自己的资料形态，叫做 question 哦。那这个资料形态呢，它有2个属性，分别是 description， 也就是问题的描述，还有 answer， 也就是问题的答案哦。那我们那边已经创建了一个资料形态嘛，那我们就可以做引入哦，模组的引入，我们可以写 from question import question。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些疑问哦，因为我们之前教的不是这样吗 ？import question， 我们之前教的是这样嘛，那为什么现在写这样呢？那这2个差别又在哪里呢？好，我们写 import question 哦，我们是说我们引入 question 这个模组嘛，也就是引入 question.py 这个档案嘛。那 import question 呢，它是把我们整个 question.py 的档案都引入哦。那 from question import question， 它的意思呢，它是说我们从 question 这个 question.py 这个档案里面呢，我们只引入 question 这个东西哦。也就是说，我们到这个 question.py 档案里面呢，我们只会引入 question 这个类别哦。假设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变数好了，它叫 AA， 那它的值是88。那如果我们写 from question import question， 它就只会引入这个 question 类别哦，它就不会引入这个 AA 这个变数。那如果我们写 import question 的话呢，
它就会把整个档案里面的内容都引入，包括这个类别还有这个变数哦。好，那这个呢就是两者的差别哦。那我今天写上面这种。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已经定义了自己的资料形态嘛，叫做 question，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新的资料形态呢来表达我们的问题哦。好，那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存在一个 questions 的列表里面。那这个列表里面存放的呢，就是我们新的资料形态 question。那这个 question 需要传入两个参数哦。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问题的描述嘛。那问题的描述呢，在 test 这个列表里面，第一题呢就是 test 0。第二个参数呢，我们要传入的是问题的答案哦。1加3等于4嘛，所以我们问题的答案就是 C， 我们传入 C。第二题一样 test 1，那1公分等于1公尺等于100公分嘛，所以就是 B。再来第三题，香蕉是黄色，所以一样是 B。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用我们的新的资料形态 question 来表达我们的问题咯。那我们把它呢存放在 questions 这个列表里面。再来呢，我们要定义一个函式。这个函式呢，它会帮我们跑我们的测验哦。那我们叫它 run test。那这个函式呢，要传入一个列表。这个列表呢，里面要存放的是我们新的资料形态哦。好，那我们叫它 questions。然后我们先定义一个 score。这个 score 这个变数呢，要存放的是我们的受测者，他总共答对几题哦。那一开始是没有半题嘛，所以就是0。再来呢，我们要写一个回圈，这个回圈是帮我们去跑每一题哦。然后我们用 answer 这个变数来存放我们受测者他的输入哦，也就是他回答的答案是多少。那我们 input 这个提示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输出，我们要印出我们的题目哦。那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这个 question 它的属性 description descripti 我好像没听错。然后呢，我们得到我们的受测者他的答案之后呢，我们要判断他答的对不对。那正确的答案呢，会存放在这个 question 点 answer 的属性里面。好，那如果一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的分数加1。那再来呢，我们要印出它总共答对了几题嘛，我们要让它知道它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得到那因为 score 这个变数呢，它是数字嘛，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成字串。你得到，然后加上分，那后面再加上有几题好了。那我们要看总共测验的几题，就是我们这个列表它的长度嘛。那列表这个长度呢，我们用 len 这个函式，它回传回来的是数字哦，所以我们要再把它转成字串。共几题？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函式哦。那我们直接来跑跑看。那我们传入的呢，就是我们这个 questions 这个列表哦。好，我们直接跑跑看。1加3等于，那我们假设回答 C 4。
1公尺等于100公分，所以我们回答 B。香蕉什么颜色？那我们故意回答错，我们说黑色。他就说你得到了2分，然后共有3题哦。OK，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我们做了一个问答程式哦。那这边呢，我们用到了很多以前教过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忘记的话，赶快回去做复习的动作哦。好，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将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物件函式。那我们在之前的课堂上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类别跟物件的概念了嘛？我们那时候举的例子是手机，我们创建了一个自己的资料形态手机嘛，也就是说我们创建了一个手机这样的类别，然后我们在里面宣告了一个初始的函式嘛。这初始的函式需要传入3个参数嘛，第一个参数是手机的作业系统，第二个参数是手机的型号，第3个参数是手机是否防水。那其实我们在类别里面，在 class 里面除了这个初始函式以外，我们也可以宣告其他的函式来做使用哦。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想要宣告一个函式，它是判断我们的手机作业系统是不是 iOS 好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宣告。那假设它的名字叫做 is iOS， 那这边大家注意我们传入的第一个参数要是 self 这个 self 呢跟我们上面的 self 这个初始函式的 self 是一样的意思它是我们物件本身的意思好，那我们判断它的作业系统是不是有 iOS 嘛？如果是，我们就回传 true； 如果不是，我们就回传 false。所以 if 我们这个物件本身的 OS 这个属性如果等于 iOS 的话，我们就回传 true； 如果不是，就回传 false。好，那我们这样子就在类别里面又定义了一个函式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使用呢？我们现在外面已经有一个 phone one 嘛，已经创建了一个手机，它是 phone one。那我们要怎么使用？我们直接 phone one， 然后点，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函式的名称就可以了它是 is iOS。然后呢，它不需要传入参数，我们就一对小括号。那我们把结果印出来，就得到 true， 因为我们上面这边创建的时候就有说了它是 iOS 嘛。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手机还想要有一个相加的功能好了，一个相加的计算的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再定义一个函式，这个函式呢叫 add。那一样，第一个传入的要是 self， 那再来我们相加需要2个数嘛，那第二个传入的叫 number one， 第二个传入的叫 number two。好，然后我们回传2数的相加嘛。那我们下面呢就可以直接来做使用phone one。连 add， 那我们想要做相加，要传入2个参数嘛，假设是5跟6，那我们一样把它印出来，执行，就得到5加6等于11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物件的函式，也就是我们可以在 class 里面，在我们的类别里面再宣告其他的函式来做使用好，那我们下一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继承。好，那假设我们今天需要用到一个类别叫做 person 人，那这个 person 呢有2个属性，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年纪。那我们下面呢有2个函式，一个函式是印出名字，一个函式是印出年纪。
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类别叫做 student 学生，那这个 student 呢有3个属性，分别是名字、年纪跟学校哦。那下面呢有3个函式，分别是印出名字、印出年纪跟印出学校。好，那我这样讲了一大堆哦，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 person 这个类别跟我们 student 这个类别长得是非常的像的嘛，它们有一大部分的程式码都是重复的嘛。那它们的差别呢，就在于 student 这个类别多了一个属性 score， 还有呢多了一个函式印出学校嘛。那这2个类别会长得这么像，其实我们应该也不太意外哦，因为一个学生其实他也是一个人嘛，所以一个人他有的资讯，一个学生基本上也都应该有嘛。那这个时候呢，为了不让我们重复写这么多的程式码哦，我们就可以使用 Python 的继承。那因为一个人的资讯基本上学生都有，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学生这个类别去继承人这个类别哦。那我们这边的写法是这样哦，我们要用 student 这个类别去继承 person 这个类别嘛。那我们就在 student 后面写一对小括号，然后呢，小括号里面写上我们要继承的对象是 person。OK。那因为我们的 person 跟 student 在不同的档案里面，所以我们要做引入哦。OK， 那这个 student 继承 person 呢，就相当于person 里面的 person 这个类别里面的东西呢，复制了一份到我们 student 这个类别里面的最上面哦。好，我再讲一次，这个 student 继承 person 呢，就相当于person 类别里面的东西呢，复制了一份到我们 student 类别里面的最上面哦。好，那既然它已经相当于复制了一份到最上面了嘛，那我们重复的这个 print age 跟 print name 我们就可以删掉咯。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有重复的2个初始函式嘛。那我们下面这个初始函式不能删掉，因为呢，它们2个初始函式是不一样的哦。我们 student 这个类别呢，它多了一个属性 score 嘛，那我们不能删掉。那大家可能会担心哦，那这样2个函式一模一样，名称一模一样，这样可以吗？这样是可以的哦。我们下面这个初始函式，它会覆盖过我们上面这一个初始函式哦。好，所以呢，我们的程式码就可以精简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不用重复写这么多了。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哦，这个 student 这个新的资料形态，我们来创建看看哦。那我们这边一样要先做引入哦。好，引入完之后呢，我们来创建一个 student。那 student 呢，我们要传入3个参数嘛，名字、年纪跟学校。名字的话，小白；年纪的话87；学校的话，小白，国小。好，那我们创建完了，我们来试试看使用里面的函式。那里面有个 print score 嘛，我们来试试看。好，我们执行，就印出了小白国小。那我们再试试看，我们使用继承的函式，这边继承过来的函式有 print name 跟 print age 嘛。那我们试试看，写 print name。执行，就得到了小白。那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边是没有 print name 这个函式的哦。不过呢，我们把它从 person 这个类别继承过来了，
所以呢，我们就有 print name 这个函式。那我们试试看 print age， 也得到了我们的87岁。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哦。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Python 的继承，它可以帮助我们少写很多程式码哦。如果两个类别它是非常像的，我们就可以使用 Python 的继承哦。好，那这一堂课呢，也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堂课了哦。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那我们就下一个系列见啦，拜拜。